在修真世界碌碌无为的陈浩，一次修炼意外地从陈浩身上拉了起来。且看陈浩带着2世记忆归来，一边修真，一边缔造出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怎么回事？刚刚我不是在修炼吗？难道我重生了？卧槽，98年真的重生了。这样也好，之前是在40多岁才机缘巧合地踏上修真之路的，这一世现在才16岁，并且拥有2世记忆的我，一定能更加强大。不好了，14号病人突发脑溢血。国强，伯父坚持不了多久了，你还是早点做准备吧。陈浩跟着跑过来，才发现病人竟是自家的邻居陶爷爷。脑溢血吗？我能治啊。陶叔叔，你父亲生病了吗？我可以帮忙治病。这是你凑热闹的地方吗？赶紧走。我说的是认真的。你个小屁还听不懂人话吗？我们这么多医生专家来了都没办法，你在这瞎捣乱什么？那你们就是个庸医，连个脑溢血都治不了，没本事就算了，别人来帮忙你们还乱逼逼，真是脑子有病。你特么说谁有病呢？谁有病谁心里清楚。你最近总是头晕耳鸣，夜间盗汗吧？我劝你每天晚上悠着点，年纪轻轻就肾虚了，以后几十年可还怎么活？你怎么知道？自然是看出来的。难不成这小孩还真会治病？我爸的脑溢血你真有办法能治吗？废话，脑溢血只需要将颅内淤血清除干净就行。这话谁不会说？听你这口气，难不成你还能做得了开颅手术？你有职业医师资格证吗？请你别用你那贫瘠的想象力去猜测别人的本事。你有职业医师资格证，那你有把握能治疗好这脑溢血吗？你行了，别吵了，小海，只要你能治好我父亲，要求你随便提。还是陶叔叔识大体，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随后陈浩先出门买了几根银针，然后才走进了病房里。这输的什么？是消炎化瘀的。谁让你乱动？我看病不需要你在这里乱嚷嚷，滚出去！李明气得咬牙切齿，最后却硬生生地忍了下来。臭小子，看你等会没医好，我怎么找你麻烦？这小屁还是打算用银针刺入父亲的脑部来清除淤血吗？第一次见这样治脑溢血的，这样能行吗？就在众人紧张不已之时，一滴滴血珠顺着针身不断滴落。几分钟后，陶老爷子的各项生命指标竟也恢复了正常。国强，好了，伯父现在脱离危险期了。安静点，陶叔叔，陶爷爷毕竟岁数大了，体内仍有一丝残留的淤血，这得需要他自身来恢复，所以可能还会昏迷几天。随后，陈浩又在纸上写下了一些药材名字，递给陶国强。记得文武火熬2个小时，让陶爷爷1天2副药，喝上3天，然后再休养半个月，就差不多能恢复了。好的，真是太谢谢您了。出病房后，李明突然尴尬地叫住了陈浩。那个小兄弟，您刚才给国强开的药方能不能让我抄录一份？李大夫，中医讲究因人而治，下药需对症下药，这个方子给你也没用，用错可能有后遗症。李明恍然大悟，随后心里一阵失落，但再也没有了刚刚的嚣张。我知道了，小兄弟。陈浩随后与陶国强商量，希望对方隐瞒自己会医术一事。陶国强很爽快地答应。这有10万，密码是6个0，一出手就10万。要知道画强势的楼房，在这会才不过5万一套。我来的匆忙，没带多少钱，等我过几天再给你取10万。不是，这太多了吧？多吗？陈兄弟人命有价吗？再说那是我父亲，哪怕倾家荡产，我也要救他回来。这是我电话，有事我随叫随到。陶大哥，你太客气了，那你先忙，有事随时都可以找我。之后的几天时间，陈浩为了隐瞒自己会医术的问题，连续1个星期都跑到村医生董海生家里学习医术。吴英，你家陈浩真是一个天才啊！才短短1个多星期就把我药铺里的医术看完了，药材也全部记住了。我重生的事绝对不能被发现，就只能用这个展现我医术方面的天赋了。董大哥，你别开玩笑了，我家陈浩是不是仗着自己看了几本医书就异想天开了？没有，陈浩是真的非常有天赋，我也不瞒你说，最近他找我问的问题，把我这个真正的医生都给考倒了。董大哥，你这太夸张了吧？一点都没骗你，你们一定要多在这上面支持他，将来你们家陈浩肯定会成为一方名医的。后面的话陈浩不想再听，便独自一人来到山上开始盘膝等走。没有御史法阵的帮助，仅凭借冥想打坐，这修行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必须得想个办法才行。2天后，陶国强竟主动找到了陈浩。陈兄弟，这钱你千万别和哥客气。至于这部手机是我个人送给你的，以后联系起来咱们也方便一些。谢了陶大哥，我正好也有件事想拜托你，我想在18公里那边买上几亩地。你一个初中生买地，还要在18公里买，打算干嘛呀？上一世大国企神话集团就在那里修了工厂，只要我提前把这块的给买了，绝对恢复的如流。
陶大哥，我就是随便问问，我去问的时候才发现那边已经被人买走了，你帮我打听是谁买走的行吗？见他不愿意多说，陶国强便拿出电话走了出去。10几分钟后，他就走了进来。陈兄弟，我打听到了，有个叫王涛的生意人在3年前买了20亩地，只不过这个王涛生意投资失败，最近被债主追得家也不敢回。那些土地你要买的话，估计他要价会很高。有多高？1亩最少1万，是他之前购买价格的3倍多。这小子估计被债主逼疯了，才敢开出来这样的价格，除非有人脑子有病才会买。这地我要了。兄弟，你别开玩笑了。陈浩没有多说，直接将手头的20万全部买下了地皮。随后他还分了5亩给陶国强。这之后的时间里，陈浩还是每天都去董海生家里假装学习医术。半个月后，神话集团的人竟然找了过来。你就是陈浩吧？我是神话集团后勤筹备处的魏鑫。你好，魏处长。我刚刚没说我是后勤筹备处的处长吧？你之前知道我吗？谈这样的事情，神话集团肯定不可能让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来和我谈吧？况且他们也没有权限。这个陈浩虽然年轻，却比很多年轻人都成熟老练，是怎么回事？废话不多说，我们神话集团想在18公里建个工业园，所以我们想收购你的土地，开个价吧。你们出什么价呢？价格合适我就卖。我打听过了，之前你是以1亩1万的价格买下来的，我们很有诚意的就以15000的价格来收购，怎么样？这样你就直接赚了10万，很划算啊。15000，魏主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吧？你不会对价格不满意吧？陈同学，我们可是国企，还是出于扶持地方经济才答应来这偏僻的。你要价高了的话，我们可要考虑这里值不值得投资了。如果投资失败，这个责任你能承担吗？这魏鑫各种扣大帽子，神话集团来投资根本是因为这里资源丰富，小糊弄我，下辈子吧。行啊，那你们就重新考虑一下，去其他地方建厂也行。至于你所谓的投资失败的责任，就别开玩笑了。你小年纪竟然这么自私自利，为了一己私利就要让神话集团的投资计划搁浅吗？你有没有想过其他人的感受？魏处长，你要是谈收购，就请就事论事，别搞人身攻击。你这样的人是怎么当上后勤筹备处处长的？神话集团想谈收购，还是换个人来吧。你这小屁孩怎么这样？我大道理给你讲了这么多，还答应每亩的多给你5000，加起来你可以赚10万块钱了。你知道10万块钱意味着什么吗？在你们华强市买2套楼房都足够了。听你的意思，我还得感谢你们了。那是当然，要是我们神话集团不收购你的土地，别说是10万块钱了，你1分钱都拿不到。打住，魏处长，是你们神话集团要收购我的土地，不是我想要把土地卖给你们，请你分清楚主次关系。就这样，再见。你这小屁孩，我告诉你，错过这个机会，你就等着后悔去吧。此后的几天时间里，魏鑫多次电话联系都被陈浩给挂断了。这天，陶国强突然来到了陈浩家。陶大哥，不会是魏鑫让你来的吧？你怎么知道？他说你对价格不满意，后来联系不上你，所以才找我。如果是魏鑫，那就别谈了。那个魏处长和我说了，现在打算给你1亩地2万块钱的价格，这个价格如何？这满打满算1个月的时间，陈浩就能赚20万，这传出去怕是能吓死人哟。这下陈浩怕是会答应的吧？我还是那句话，想谈地皮就让神话集团换个人过来。要不陈兄弟你给哥交个底，出什么价格你才同意？1亩地10万。陈兄弟，这价格会不会太高了？我尼玛，这已经不能是赚钱了，而是捡钱了。随后，陶国强就出门给魏鑫打了个电话。抱歉啊，魏处长，陈浩他拒绝了你开出来的价格。什么？1亩地2万块钱他还不同意？这个学生是不是想钱想疯了？而且他不想和魏处您谈，想让你们重新换个人来。他是不是觉得手上有的我们神话集团就得求着他了？你有没有告诉他？陶国强顿时不爽了，直接挂断了电话。我靠，这姓魏的真是有意思，冲我嚷嚷个毛线啊！另一边，魏鑫也很是焦灼，想换个人谈，别做梦了。上年说过，这20亩私人土地怎么都绕不过去，所以我必须要拿下，并且从中获取利益。不行，一定要找到陈浩，和他再好好谈一谈。魏鑫为了收购陈浩手上的20亩地，选择在大街上蹲点陈浩。幸好小镇不大，这天他终于遇到了陈浩。陈同学，上次的事魏叔叔给你道个歉，你别放在心上。魏处长，咱俩不熟，麻烦你一边去行不行？我这次过来是想跟你好好谈一下的。我们打算以1亩地5万块钱的价格收购你的地，20亩就是100万，这个价格你觉得如何？5万块1亩地，怕不是你们神话集团一开始就定好的吧？你从一开始就耍心眼，我是不会卖给你的。
5万一亩的话，你到手可就整整100万了，相当于你随便在这里买20套房子。这价格你还不满意吗？如果第一次你就直接告诉我你们打算出5万块钱的价格，那我肯定早就同意了。但是你来来回回的浪费我的时间这么久了，才告诉我真实的价格，那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说完，陈浩直接从口袋里拿出来了个小型录音机。我已经把你刚才说的话都录了下来。你说我要是把这个磁带交给你们神话集团的高层，他们会怎么想？你要干什么？不是我要干什么，而是你想要干什么。我尼玛，原本想着这陈浩年轻好骗，没想到这家伙年纪虽然小，但心眼却不小，不但没有上当，反而把我自己给陷进去了。我坦白了，之前神话集团的预算的确是1亩地5万，你现在对这个价格不满意，那我只能重新报备集团高层，至于他们是同意还是拒绝，我真做不了主。上一世时神话集团征收土地，土地的主人赚了100多万，绝对不止1亩5万的收购价，我必须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我知道你做不了主，但你可以知道他们最高能给出多少价格，心理底线是多少。那行，我去试探集团高层的价格底线，你等我消息吧。此后，神话集团与陈浩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价格拉锯战。臭小子也太贪了吧，5万都不同意，那就干脆重新更改规划设计图得了。哪有那么合适的地方？还不如适当提高下价格，争取把地拿下来，早点动工才是正事。足足5个小时的会议后，卫星只能硬着头皮给陈浩打了个电话。价格真的不能再高了。我的修仙之路需要大量金钱，但真正着急的其实还是神话集团。他们国企每年都有任务的，完不成任务到时候他们还要挨板子。我不信他们会另外找地方。这是你的事，5万我是绝对不会卖的。就这样。看着被挂断的电话，卫星恼火的只想骂人。缓了许久，他才又走进了办公室里，足足讨论了一晚上，卫星才又打来了电话。陈浩，1亩地8万块是集团高层最后的让步了。假如你再不同意这个价，那集团高层就考虑要绕过你这几10亩地重新规划了。这个价格我答应了，明天就可以签署转让协议了。确定好签署协议的时间地点后，陈浩便立即联系了陶国强。陶大哥，我和神话集团那边谈好了，明天上午签署协议。如果你没事，就和我一起去一趟吧。多少钱？1亩地8万，总共是160万，当场转让。我尼玛，这么多，怎么陈浩却语气轻松的，好像在谈论小数目？那行，明早你给我打电话，我陪你走一趟。对了，陶大哥，你联系一下你最得力的打手，让他明天也跟着。带打手过去干嘛？明天你们就知道了。次日，在神话集团办公室里，陈浩顺利签署了转让协议。之后，陈浩又将装有5万块钱和磁带的袋子交给了卫星。这钱是你的辛苦费，放心，这次没有录音。这举动让卫星大感意外，而他心里之前的那些埋怨瞬间不翼而飞。这怎么好意思呢？应该的，魏处，这前后你辛苦了这么久，一点小心意而已。那谢谢了，改天一起吃饭。出公司后，陈浩3人便来到附近的饭店里商量事情。陈兄弟，这就是我最得力的打手大爷，你这是约我来干嘛呢？陶大哥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做点买卖？可以呀。你也不问问是做什么买卖吗？陈兄弟，只要是你做的买卖，我肯定没有二话。那咱俩一人投资100万，建个厂子，制作一款独一无二的饮料，如何？没问题。陶大哥果然豪爽，那我直接出技术配方，股份比例你4我6怎么样？我没意见，但这饮料可行吗？放心吧，这种有下火效果，口感符合国人的凉茶，绝对好使。上百万的买卖生意就这么轻松简单？电视剧里演的不都是要商量考察很久吗？那个大龙哥，你过来给我帮忙当打手吧，可能有时候需要跑腿之类的，工资方面就按照管理人员来开，你可愿意？愿意，当然愿意。随后，陈浩就跟陶国强达成了投资协议。为了以后有好房子住，陈浩直接来到了售楼部。这哪来的小屁孩？喂，这里是售楼部买卖房子的地方，你走错了吧？你看不起谁呢？我懒得跟你说，你们经理在不在？让他出来下。年纪不大，口气倒不小，信不信我？算了，别吵了。你好，请问你来这里是要买房子吗？还是有其他的事？小杨，你就别犯傻了。你看他这种小屁孩像是来买房的吗？来捣乱的还差不多。我来你们这当然是买房子的。这房子1800块钱1平米呢，你有钱吗？我有没有钱需要你操心吗？还不赶紧带我去样板房里看看户型？难道这学生真是来买房的？先生这边请。这小杨是想业绩想疯了吧？领一个学生去看房子，太搞笑了吧？看过样板房后，陈浩迅速下定了决心。那栋楼房的5楼我全买了。您知道这要多少钱吗？算下来96平米，差不多要18万呢。18万而已，就它了。这价格放在后市的京都里，怕是连一个厕所都买不下来。
随后陈浩直接掏出了存折，看到上面显示的50万，小杨瞬间被震得目瞪口呆。这，能麻烦你抓紧点时间吗？我还有事办呢。对不起，您放心，今天您就能拿到钥匙。看着小杨眉飞色舞地回办公室里办手续，旁边的王姐等人瞬间被惊碎了下巴。小杨这个学生，他真要买房子啊？他哪来那么多钱？王姐她有50多万呢。我刚刚还说他根本买不起呢。要是我刚才态度能好点，那这笔提成岂不是落在我头上了？王姐是越想越后悔，肠子都在发青了。不多久，陈浩办完了所有手续就回了家。此时同学郝磊突然打电话给他说有要事要谈。干嘛呢？这不是拉你来参加同学聚会吗？咱们这一届有7、8个同学都考上了一中，以后有什么事情也能相互帮助一下。陈浩刚想拒绝，却突然看到自己的初恋尹文玉竟然也在。上一世我一直不敢跟文玉告白，然后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文玉结婚生子。后来她丈夫竟然因为聚众赌博海西地被判了死刑，后面她的生活可是非常艰难。往哪看呢？别盯着美女看行不行？尹文玉俏脸一红，低下了头，心里有些害羞。而尹文玉旁边的张雪峰更是不爽地哼了一声。文玉可是我的，这又是哪个半路冒出来的臭小子敢跟我抢？我可没有盯着美女看。这位就是我们班的陈浩，下个月咱们估计就要一起在一中住校了，很有可能会把咱们安排在一个宿舍里，大伙先提前认识认识。大家好，以后在学校里有什么事大伙可以找我，谁敢欺负你们尽管报我名字。其他几个男生都有些敬畏地看着张雪峰。雪峰哥混得这么厉害啊！看见几个男生女生敬畏的目光，张雪峰内心的虚荣心愈发膨胀了起来。但当他看到陈浩压根就没看自己时，顿时冒火了。你什么意思啊，陈浩？大伙都看着我说话，怎么到你这就自己玩自己的？哥不配让你给一个眼神咋地？陈浩，赶紧敬雪峰哥一杯酒，以后在学校里他也好罩着你。用不着。行，你小子厉害，你牛逼。此时旁边桌上的2个年轻人瞬间就不爽了。声音小点，干什么呢你？关你屁事！闻言，2个年轻人直接走到了张雪峰面前。小兔崽子，你刚才说什么呢？我拍我这边的桌子，又没拍你们的桌子，怎么了？不行了！你还挺牛逼啊！让你声音小点，你还不服气是不是？老子刚刚还在同学面前吹嘘我混得好，没人敢惹我呢，现在居然被抽了个耳光，敢坏我面子，哼啊！张雪峰头脑一热，抄起酒瓶就往那年轻人头上砸。就在这时，酒吧的老板老三居然抓住了张雪峰的手腕。三哥，你别拦我，我今天非废掉这孙子不可！老三脸色一寒，直接几耳光抽在了张雪峰的脸上。小兔崽子，你说什么呢？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张雪峰不还吹嘘着他是老三的兄弟，怎么一转眼反而被老三给打了？三哥，您少给老子在这里称兄道弟的，我和你关系很好吧？我兄弟打你也敢还手？老三，这小孩挺能装逼的，刚才一个劲的在他们这几个同学面前吹嘘和你关系如何好。我认识他个锤子，不过是我开店时这小孩路过歌长歌短的叫他，嘴甜得很，我就知道他叫个小峰，连名字都不知道。就在众人震惊之时，大龙居然来了。老三，这是有人在你店里惹事啊！大龙哥，你来了，我就是简单教训了个臭小子。大龙哥，您要不要一起喝几杯？妃子连忙拽过来一张椅子，大龙也顺势坐了下去。臭小子，看什么看？没本事就别装逼，还不赶紧领着你这些同学滚！张雪峰脸上一阵发热，灰溜溜的对看傻了眼的郝磊等人低声说道：“咱们走吧。”去哪？不是说了同学聚会聊聊天吗？这饮料还没喝完呢。让你滚！你没听见是不是？大龙听到陈浩的声音，顿时吓了一跳，然后他直接给了妃子一耳光。你特么的刚才骂谁呢？那个是我兄弟。众人瞬间就惊碎了一地下巴。您兄弟，他们不过是一群刚初中毕业的小孩而已。大龙哥，你是不是认错人了？这个就是我兄弟，叫陈浩。下次让我知道你再敢对我兄弟大呼小叫的，老子把你的牙都给你一颗一颗敲下来，记住了没？记住了，大龙哥。陈兄弟，陈兄弟也是你能叫的吗？叫哥。对不起，陈哥，刚才是我嘴欠，你别介意。这一幕瞬间让郝磊等人都惊掉了下巴。有没有搞错？就连大龙这么牛逼的人也要喊陈浩为陈哥？旁边的张雪峰更是吓得全身都发抖。连老三这样的人物在大龙面前都被教训得像个孙子一样，而大龙竟然管陈浩叫陈哥，我刚刚居然还想教训陈浩。行了，大龙没多大的事，就是我们几个同学在这里聊聊天，打扰到你们了，我们到一边坐着。大龙一行人走后，一时间气氛都有些沉默。陈哥，原来您混得这么好啊！什么叫做混？我可是好学生。对了，张雪峰，我刚才不是看不起你，只是不爱喝酒。陈哥，你是我亲哥啊，刚才是我的错，我自罚1瓶赔罪。说完，张雪峰一口气便灌了一整瓶啤酒，紧接着他就感觉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只能捂着嘴，匆匆忙忙地跑了出去。
这张雪峰也太爱装逼了，不能喝还装的挺豪爽的样子。最主要是他刚吹嘘的说什么他和老三的关系有多好，结果呢，哐哐被打脸，吓死我了。陈浩没有参与这些淫乱，只想着去省城买一些玉石回来制作玉牌，方便辅助他修行。同学聚会散会后，陶国强突然打来了电话。陈浩，你上次让我去收购倒闭的啤酒厂来做凉茶场地，我已经去谈了，结果他们居然要加150万让我们接收所有工人，还要还清他们近100万的债务费。100万？怎么会这么多？要知道这年头，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700-800块钱而已，债务只有30多万，剩下的都是拖欠工人的工资。屁大点的啤酒厂竟然有300多个员工，太坑了。难怪啤酒厂会破产呢，原本盈利能力一般能养活起这么多员工才怪。不过没事，你先答应他们的条件，到时候想办法让不想干的人主动辞职。傻子才会主动离职的吧？放心吧，我有办法。随后陈浩将他的办法一说，陶国强顿时就乐了。原来你让大龙过来是干这个的。这几天就辛苦你了，我要去省城买点东西，有事等我回来再说。第二天，陈浩便直接坐上了火车。他刚将行李放在卧铺的车厢上，就有个怪异大叔走了过来。小朋友这么小就自己坐火车，你父母也真能放心，就不怕你被人拐走了？我一早就跟我爸妈说我是去找朋友玩了，他们压根都不知道。谢谢关心，我不小了，我自己能行。况且我要干嘛，没必要和你汇报吧？你这小孩真没礼貌，我这是关心你。那你的意思是我必须对你做到有问必答，这才算是礼貌吗？那肯定的。你是谁啊？我凭什么要对你有问必答？你谁啊？我凭什么要对你有问必答？就因为你比我岁数大，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此时坐在对面的一个美女顿时就笑出了声来。怪异大叔看到美女眼睛都亮了。姑娘你好，你去哪呀？我去省城。这么巧啊，我也是去省城。认识一下，我叫黄海波，是省城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生。你是医生？我叫张瑶。黄医生您好。这么激动，肯定是张瑶的家人或者朋友有病，所以才会听到我是副主任医生后，一下子变得热情了许多。黄医生，这是我父亲，今年57岁了，他有很严重的哮喘病。您对于哮喘病这方面不知道了解多少？我可是省城人民医院呼吸道科室的副主任医生，你说我了解哮喘病吗？看来您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啊。其实我已经去了一趟邻省的夏宁市中医院，结果这一趟绝对是无功而返，对不对？您怎么知道？不是我看不起中医，而是时代在发展，中医就是科技不发达年代的产物。说白了，中医就是封建迷信，都是些江湖骗术。你不懂中医就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人可以无知，但不要拿无知去批判不懂的东西，那样只会证明你愚昧可笑。你个10几岁的小孩子，懂什么？我懂什么没必要告诉你。中医有独到之处，没你说的那么不堪。华夏几千年都是靠中医救死扶伤，按你的理论，华夏或许都发展不到今天。听你意思好像很懂中医，至少比你懂。是今晚，没想到今天竟然遇到个10几岁的中医，这就是所谓博大精深的中医，就连一个毛头小子都懂。黄海波愤怒的大音量突然把一旁在睡觉的张父给吵醒了。这是呢？还在火车上。爸，这位黄医生是人民医院呼吸道科室的副主任医师。这么年轻的副主任医师，黄医生你好，您还真是年轻有为呀。如此恭敬的态度，瞬间让黄海波愈发膨胀了起来。别这么说，张先生，相遇就是缘，我给您检查一下吧。谢谢黄主任了。黄海波熟练地戴上听诊器，一番细致检查后，神情严肃地开了口。张先生，哮喘病只能缓解而不能彻底治愈，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话音未落，张父突然剧烈咳嗽了起来，脸色发青，紧接着整个人就开始痉挛抽搐起来。不好，是哮喘发作了，药呢？药好像被我落在饭店里了。你搞什么？这个时候你说药丢了，你知不知道这能要了命啊？爸，您别吓我啊！黄主任，求求您救救我吧！真对不起，我也没什么办法。这哮喘发作的如此厉害，一个弄不好就没命了。我现在有办法也不能插手啊，万一张瑶反咬自己一口，那可就说不清楚了。让开！只见陈浩居然冲上前，开始对张父进行了急救。你干什么？放开我吧！闭嘴！没看见我在救你爸吗？话音未落，只见张父痉挛抽搐的手脚缓和了下来，而且也没有再咳嗽。就这么2下真的有作用？怕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小兄弟，谢谢你了。爸，你真的没事了，谢谢你了。对不起啊，我刚才真不知道你。你以为我在害你爸吗？瑶瑶，给这位小兄弟道歉。不用了，伯父，他也是关心则乱。小兄弟，看样子你懂医术啊，刚才那几下按的确实舒服。
略懂一些中医，但您这哮喘病比较严重，等会我给你开个药方，你回去吃几副应该就会好的差不多了。小年纪就一派胡言，这哮喘病可是国际医学会专家都认定的世界性难题，根本没有有效的治愈方法。你这骗人也不打草稿。别拿你的无知去衡量你不懂的东西。哮喘病在我这里，只要我高兴，随时都能治好。张先生，你可别上这小子的当了。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对哮喘病根本没有办法彻底治愈。你之前也看了不少医生，相信你自己心里也有数。伯父，那您自己决定吧。小兄弟，就凭借你刚才救我老头子那一手，我信你。不识好人心，就等着被骗吧。张小姐，这药方你拿回去早中晚各服用一次，3天保证治愈你父亲的哮喘病。要是没效果的话，随时来找我。还真是敢吹啊！要是3天治不好呢，到时候去哪里找你？还有，我估计这药方肯定不便宜吧？怎么着也得要个2-3千块钱吧？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伯父，你放心，我不收钱，这要你吃3天保证治愈。这真的能行吗？这时，省城中医院的权威专家张振远教授突然从这里路过。张教授，没想到在这遇到您了。张老师，小黄，你们怎么在这？正好遇见。对了，张教授，您快看看这小孩开的药方离谱成什么样了，还说什么3天内绝对治好，这也太扯了。这么年轻就会开药方了，要知道中医开方至少10年经验。听见没？小年纪就出来坑蒙拐骗。收够了吗？伯父，不如把药方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当归熟地黄茯苓，小兄弟您太厉害了，这肯定能治好张老师的病。小兄弟，你能不能教教我？这小屁孩的药方居然真能治愈，连张教授都恭敬请教。我刚说了什么？赶紧开溜吧！小兄弟，我这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接下来，张振远拿出几手病历请教，陈浩一一给出精妙药方，令张瑶父女震惊不已。太感谢你了，小兄弟，以后来省城一定要联系我。行，我知道了。张振远离开后，陈浩这才开始盘算着去省城买玉石的事，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陈浩，醒醒吧，到站了。陈浩下意识转头，嘴唇竟意外贴上了张瑶的嘴唇。你，我收拾行李去了。第二天，陈浩直接来到了玉石批发地。你好，你们这有没有？一个小屁还想买玉石？去，别在这捣乱！你们店里对顾客就是这样的态度吗？哟呵，你还教训起我来了，赶紧滚！怎么了，慧姐？一大清早就……陈浩，你怎么在这里？我来买那种没有打磨过的玉石原石，不过你们这里的店员职业素质也太差了吧！张经理，对不起，我刚才不知道你们认识。这个月工资扣100。陈浩，咱们上楼聊。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原石的话，你看这筐怎么样？如果买100块这样的原石，大概要多少钱？100块这么多，我要找老板商量一下。不过再怎么也得30万左右吧？你有吗？当然，我在这等你好消息。很快，张瑶便和老板商量出了一个结果。你猜多少？只要27万。太棒了，以后我还来你这买。随后，陈浩请张瑶吃了顿饭后，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原石坐上火车，回到了之前买的别墅里。先用秘法把这些原石炼化了，看看能把实力提升到多少。很快一夜过去了，陈浩还在修炼炼化原石。与此同时，小镇上陈浩上一世的暗恋对象尹文玉正在家中焦急万分。原来他父亲尹刚意外摔伤左腿，失去了知觉。你们还是去省城大医院检查吧。去省城看病要3-5万，我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啊？爸爸，您是家里的顶梁柱，就算借钱也得去看病啊。另一边，陈浩2天不眠不休的修炼，竟然将所有原石用完了，实力直接突破炼气1层。这时，陶国强突然将他约了出来。啤酒厂150万收购下来了，但是还有100万债务。今天刚签完协议，他们拖欠工人的工资什么时候发，我就找你商量来了。陶大哥，我们现在账上还有多少钱？啤酒厂外欠债务具体多少？账户不到50万，现供应商33万，工人工资60万，工人工资必须发，我和市里保证过。先结清供应商货款，再抵押厂房地皮贷款，工人工资按月发双薪，半年结清，只要能生产销售，厂子就能盘活。好办法呀，贷款估计能贷50万。对了，成品什么时候能出？你看这是什么？这真是中草药饮料吗？怎么一点药味都没有，还有甜味？这真有下活解毒功能吗？陶大哥，我的医术你还不相信吗？两人随后前往啤酒厂讨论生产工艺，意外发现大龙竟对生产线十分了解。这里是采用罐装生产的工艺，半自动半人工操作方式。大龙，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您让我来上班，我就天天找工人聊天打听呗。好家伙，深藏不露啊！大龙干得漂亮。对了，以后我们的名字就叫陈老吉，广告语就是怕上火就喝陈老吉。好名字啊！我们还得找一个知名的中医教授来宣传，比如说是他的祖上研制的某某配方改良而成。我倒是有个人选，张振远教授。
与此同时，在省城人民医院里，张振远正在为尹刚诊断病情。你左腿没知觉是因为脊髓神经受损，但这病我没把握治好，就算针灸3个月，也可能只是白费钱而已。您可是权威教授，怎么会没办法？有个医生或许能行，他看病敢打包票，但我没他联系方式啊。他是谁？就算走遍全国，我也要找到他。对，您知道这位医生家在哪里，叫什么吗？我当时忘记问了，只知道姓陈，好像也是华强市，并且还是个学生。正当一家人失望时，张教授突然接了个电话。张教授，火车上遇到的小神医想找您，但他忘记您联系方式了。太好了，我正好也要找他。是张教授吗？我投资了家饮料厂，想请您当代言人。这凉茶是我亲自研发的，绝对安全。是你研究的配方啊？那说什么我都会代言的。对了，我这有个病人叫尹刚，脊椎神经受损，你有办法吗？尹刚，他是不是有个女儿叫尹文玉？你怎么知道？你不会认识吧？他女儿是我同学，让他们回家吧，我抽空去治。先别告诉他们我是谁。几天后，尹刚刚到家，车间主任赵小刚竟突然来了。老尹啊，你说你有多少天没来去上班了？半个月吧。怎么了？什么时候办辞职手续啊？您说什么？我可没打算辞职。病假最多只能请7天，超过10天直接按辞退处理。单位规定是旷工1个月才能辞退。赵小刚，你不就是想安排让你那个远房侄子进厂接替我的工作吗？尹刚，你放肆，居然敢污蔑我！你自己心知肚明，反正老子不会主动签辞职手续的。有骨气啊，尹刚，信不信我让你1分钱都拿不到？你给我滚！反正我是不会离职的。不识好歹，你给我等着！说着，赵小刚就愤怒地离开了。气死我了，简直是个狗东西！这是发生什么事了？陈浩，你怎么来了？我是来给你爸治病的。张振远教授应该跟你们说过了吧？什么？你会看病？看着也不像啊！人不可貌相，尹叔叔，麻烦您把手伸出来，我给您搭个脉吧。算了，反正试试又不会有问题。不算什么大问题，针灸1个月，1星期2次就差不多能好了。骗子！张教授都说至少得针灸3个月。怎么说实话就是没人信呢？我要是治不好，张教授会推荐让你们来找我吗？这样吧，咱们今天先针灸1次，看看效果如何。那就试试吧，毕竟是张教授推荐的，我信你。很快，陈浩给尹刚针灸了一番。怎么样，左腿有感觉了吗？话音未落，尹刚的腿竟轻轻抽动了一下。爸，你的腿能动了？陈医生真是太谢谢你了。您太客气了，那我就先回家了，过几天再过来。离开陈家后，陈浩直接来到了啤酒厂。最近怎么样了？已经卖出去1000多箱了，估计半年内就能偿还完银行贷款和工人工资。也就是说，半年盈利100多万，这也太少了吧？这还少，平均下来1天差不多1万块钱了。陶大哥，咱们国家有14亿人口，只要咱们能吸引1半的人，1个月喝10罐，对于咱们来说就足够了。1个月10罐，那就是整整30块钱啊！哪个普通工人敢这么奢侈？怕是工资都不够花。工资有涨的时候啊，还有不要光把眼光放在食堂、餐厅和小卖部上面，像那些药店也可以放货吗？还有去外地电视台打广告。对呀，兄弟，你咋这么聪明？我马上去办。几天后，陈浩刚来到尹刚家打算针灸，赵小刚既然也在。尹刚，由于你旷工时间太长，现在通知你，你被开除了。什么？赵小刚，我病了，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又如何呢？你以为你的腿还能好吗？迟早都得被开除。赵主任，您行好，这份工作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老尹这腿也能治好，还有10几天就能去上班了。这腿能治好？你们怕是还没睡醒吧？赵主任，这病真的不是啥问题，再针灸几次就能彻底恢复了。你他妈又是谁？一个臭学生有你说话的份吗？赵主任，您有气冲着我来，别对小陈医生这么不客气。上次确实是我的问题，我这个人脾气坏，对不起，您能不能不要？你做梦，辞退就是辞退了，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说完，赵小刚就大步离开了。赵小刚，你个王八蛋，我诅咒你出门就被风吹走。尹叔叔，您别急，您对工作有没有什么要求啊？什么意思？我这倒是有份工作，待遇也不是很好，公司刚起步1个月也就1000块钱，您觉得怎么样？其实我做什么都……等等，你说什么？1个月1000，一般人顶天都只有500块钱。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没开玩笑啊，这工作您干不干吧？我当然愿意，太谢谢你了，陈医生。随后，陈浩便给尹刚进行了第2次针灸。第2天，陈浩也终于结束暑假，来到了高中生活。浩哥，咱们都被分到高1 4班，又可以当同学了。对了，尹文玉也和咱们一个班。你和我说这个干什么？你不是对尹文玉有意思吗？这岂不是天赐良缘？谁告诉你我对他有意思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上次聚会时你可一直在盯着尹文玉看呢。这小子眼睛够尖啊，少在外面给我乱传啊！这时尹文玉突然走了过来。陈浩，你吃饭没有？我请你吃饭吧，你可不能拒绝哦。
我爸发了军令状的。两人正说着，李静等几个同学也从学校走了出来。文文，浩哥，2个人一起吃饭可没什么意思哦，我们一起吧。很快众人就来到了火锅店，看到菜单价格后，气氛顿时变得微妙了起来。这里的菜怎么这么贵啊？咱们一个人得出多少钱啊？咱们这些人怎么也得吃200多吧？一个人30块钱够不够？我一个星期都没30块钱，要不然咱们换个地方吃吧。其实咱们少点几个菜就行。没关系，你们放心大胆的点，今天我请客。陈浩，你疯了？这可是好几百啊！你有这么多钱吗？不会是把学费拿出来请客了吧？你想多了，学费我已经交了，你们今天就放心大胆的吃。吃完饭结账时，众人瞬间被260元的巨款账单惊到了。这么多！浩哥，我和你一起付吧。不用了，我有钱。说着，陈浩就从口袋里掏出了2、3千块钱，然后递了3张100元大钞给服务员。这么多人才吃了不到300，真是太实惠了。天啊，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以后我要抱大腿。行了，咱们回学校上课吧。几天后，陈浩又来到了尹刚家里。叔叔，这是最后一次针灸，明天你应该就能下地走路了。真是太谢谢你了，陈医生，要不明天中午来我家，让你做顿好吃的，感谢你。没问题。对了，明天下午我就领你去看看工作，要是满意的话，休息几天就能上班。说完，陈浩就离开了。老婆，你觉得陈浩这孩子怎么样？跟咱们文文是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双？你每天没事干就瞎琢磨这些事情，他们还在上学呢。我更担心陈浩给你说的工作靠不靠谱。天回到家后，听见父母在为工作的事情发愁。厂里要破产了，都7个月没开工资了，我和你妈多半的下岗，你觉得我俩干点什么比较好？他还在上学呢，和他说了有什么用？和我说怎么就没用了？你们等着，我给你们安排个好工作。得和陶大哥商量一下才行，不然很容易穿帮。随后，陈浩便找借口溜出了家门，拨通了陶国强的电话。陶大哥，我想从厂里先拿5万块钱，然后安排我同学的父亲去饮料厂上班。没问题，以后这种小事就不用和我说了吧。其实我是想拿这5万给我父母开一间网吧，就是得陶大哥帮我一下，就说是给你看病，你给我的医药费。没问题，陈兄弟。第二天一早，陈浩便来到了尹刚家。陈医生，你来了，你快看看我怎么样？不错不错，我太高兴了，今天你一定得跟叔叔喝几杯，我要好好感谢你。吃过饭后，陈浩刚到家就看到了愁眉苦脸的父母。妈，你这是怎么了？不开心啊？你说怎么了？你妈我要下岗了，怎么开心了起来？吴英，你有火也不至于对孩子发吧？儿子又没招惹你，再说了，下岗的又不是你一个人。下岗其实是一件好事啊，在厂里上班1年也赚不了几个钱，时间还不自由。臭小子，你不着急也就罢了，竟然还在这说风凉话。你看看这是什么？5万，你哪来的？没犯法吧？想什么呢？这是我给陶国强看病的诊费，你们就用这钱在镇上开个网吧吧。你疯了，一台可要8、9千呢。我倒觉得这想法不错，现在网吧可是新兴事物，而且让你找其他地方上班也不好找啊。对，现在店的证件还比较容易办理，但过几年就难办了，这一个证都值10几万呢。真的呀？那现在就开。一家人终于决定了开网吧的事。随后，陈浩刚出门就偶遇了初中辍学的同学张明。我要找一个帮我妈的网管，而张明又恰好是喜欢玩电脑才退学的，这太巧了吧？张明，你怎么在这？陈浩，我毕业后就去卖电脑了，这不正好给人送电脑过来了？大夏天的累得要死。那我这有个网管，你干不干？平时就在室内帮人查查资料或者修电脑，没事的话要有空机器你也可以坐在那玩。工资多少？我现在卖电脑1个月可有300呢。我给你600。我干，什么时候上班？要不就现在吧。不急，咱俩先去买电脑去。对了，你那电脑桌椅都有卖的吧？什么都有，我带你去挑。随后两人就一起去店里挑了6台电脑。我的妈呀，一台电脑就要7000，你投资了这么多不怕亏吗？要知道互联网的潜力很大，甚至能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来，怎么可能亏？就拿这说吧，将来很少有人会专门去买自行车了。为什么？因为会有共享单车的存在，比如我们给自行车加装上 GPS 定位器，你互联网输入密码就可以骑上走了。随后陈浩就将共享单车理论全说了出来，张明一下子就呆住了，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共享单车，共享单车，这陈浩简直就是一个天才啊！这想法甚至可以颠覆一个行业啊！不行，我要整理下思路，发布个帖子，到网络论坛上征集一下网友的想法看看。接上集，张明从陈浩口中得知了共享单车的想法后，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楼下的网吧，将共享单车的想法整理成帖子发布到了论坛，瞬间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激烈争论。殊不知远在另一处的小马哥也看到了帖子。共享单车，天才啊！这人绝对是不折不扣的互联网天才。随后小马哥仔细想了半天，便在帖子的下面打了一行字：
您好，我是 OICQ 软件的创始人，很想和您聊聊。我的 OICQ 号码是200，希望您如果看见后可以联系我。然而小马哥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却没收到任何回复。第二天陈浩上完课，正准备去吃饭，突然遇到了尹文玉。你爸昨天去城里看了吧？感觉怎么样？挺好的，他被分到了维修车间，还让我叫你这周去家里吃饭呢。文文，你爸爸换工作了吗？在华强市的陈老吉饮料厂。就是那个怕上火、喝陈老吉的凉茶饮料厂吗？你也知道啊，当一个东西所有人都知道时，就证明离成功不远了。我吃饭口味比较重，喜欢吃麻辣的，每天都得喝1罐，省得上火，也免得吃药了。原来李静是独生女，父母又都是双职工，生活条件一直比较好。这个陈老吉效果真的有那么好吗？文文，你可以试试呀，而且你爸爸在饮料厂上班，喝饮料的话应该不要钱吧？确实，他说厂里每天会给工人们发1罐解渴下火。这老板可真大气，1罐陈老吉3块钱呢，要是员工多的话，那岂不是等于一天好几千就没有了？原来当老板被客户夸是这个感觉。对了，文文，你能不能问问你爸爸是怎么进的陈老吉饮料厂？我想给我妈也找个工作，她这2天被迫下岗了。这个我得要回去问问。吃完饭，趁李静去洗饭盒时，尹文玉连忙问道：陈浩，刚才你怎么不说话呢？上次你帮了我爸爸，这次应该也可以帮帮李静妈妈的吧？虽然我是厂里的大股东，但也绝对不能随意插人进去，这个度还是得把握好才行。因为我已经安排你父亲去上班了，再安排一个人进去，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干脆就不说了。陈浩，那要是刚才我和李静交换一下，换成是我，你会帮忙吗？当然会，因为你和他不一样，毕竟你可是我上一世的暗恋对象啊。此话一出，尹文玉竟瞬间脸红了，然后害羞地跑了出去。另一边，尹刚才下班回到镇里，突然遇到了之前的同事张工。老尹，你腿真好啦，跑得这么利索。对了，我听说你在市里上班，工资咋样？有400块吗？比厂里轻松，工资800多吧。这么多，老尹，你在厂里还要人吗？我快失业了，我焊工活技术特好，不，让我干啥都行。这样吧，明天上班我帮你打听下，招人就联系你。第二天，尹刚帮张工询问时，厂里正好缺少一个技术好的焊工，于是张工很快就顺利地通过了面试。2天后，张工正在办理离职手续时，竟偶遇了赵小刚。张工，你这是找到工作了？找到了，在华强市里，还是咱们厂里上个月辞职的老尹，尹刚帮我找的。这老尹还挺有本事的啊，那这厂子效益怎么样？能发得起工资吗？就是每天在电视上做广告的那个陈老吉饮料厂。老尹说他1个月工资800多块钱呢，虽然我刚进去，但再怎么少应该有700块钱吧。什么？你现在的工作比我这个车间主任工资都高？早知这样，当初我就不得罪他了。现在我也面临下岗的危机，也不知道能不能找他帮忙。想到这，赵小刚后悔不已，连忙带着礼物来到了尹刚家。你来干什么？看你这话说的，我最近听说你的病好了，所以过来看看你。赵小刚，你别这么虚伪行不行？你是不是忘了你是怎么找理由开除我的了？行了，说正事吧，你来干嘛？那个老尹啊，张工的工作是不是你介绍的？能不能明天帮我问问招人？你做梦！别说是我们饮料厂现在不招人了，就算是招人，你也甭想进来，赶紧滚！说着，尹刚便拿起了烟灰缸，赵小刚立马吓得逃了出来。与此同时，吴英正满心欢喜地筹备着自家的网吧，名字我都起好了，就叫陈家网吧。你这也太俗了。你懂什么？这能证明是咱家开的，熟人朋友看见了自然会进来捧场。行，你的网吧你说了算。不过这工作人员怎么还不过来？得装上猫才能上网。这上网还得猫才能上啊，狗不行吗？此话一出，陈浩和张明瞬间就笑喷了。对了，陈浩，我上次在论坛里把你共享单车的创意想法发了出来，你不介意吧？这有啥？反正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张明迫不及待地打开网址，才发现评论区竟有一条来自小马哥的私信。小马哥 OICQ 的创始人，真的假的？什么真的假的？赶紧加上他聊聊。很快，小马哥就通过了好友申请。终于等到你了，我看了你的帖子，很想和你当面聊一下，可以吗？陈浩怎么样？你见不见他？当然见啊。张明点点头，便如实告知了小马哥共享单车想法的提出者是陈浩。随后，陈浩刚出网吧就看到了大龙。大龙怎么印堂是发黑的？不好，有危险！大龙，明天你就在办公室里待着，什么也别做，听见了吗？怎么了，陈哥？你别管，反正就一直在办公室里待着，任何人叫你，你都别出去。好的。然而当晚正准备睡觉的陈浩突然接到了陶国强的电话。不好了，大龙出事了。病人的眉心被扎了个血洞，伤口很深，而且脑组织也受到了伤害，情况很不乐观。大龙现在在哪？我要看看。人命关天的事，你捣什么乱？万一感染的话，那可真是要命了。
这是压根就没到动手术的情况。我问你，你们要动手术的话，有什么样的治疗措施？先消毒，但由于伤口太小，所以我们可能会割开一部分皮肉组织，来方便将消毒工具伸进去。还不赶紧把手术室打开？你知不知道，万一消毒工具没有清洗干净，大龙反而会被你们感染。此话一出，医生瞬间被镇住，陈浩更是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推开了手术室大门。你是谁？不知道这里不能进吗？是不是上学上傻了？陈浩没理他，直接把手搭在了大龙的手腕上，钉子居然没有扎到大龙的额叶。你放肆！你一个学生王啊，在这里捣什么乱？还把脉？你知道脉搏在哪吗？赵主任，大龙明明什么事都没有，你却非要给他动手术，在没有确诊的情况下贸然治疗，出了意外你能负责吗？病人要是没事，能一直昏迷不醒吗？算了，我懒得跟你一个娃娃说。来人，还不把他赶出去？奇怪了，明明已经经历了结束，怎么大龙印堂还这么黑？我知道了，是这场手术很有可能会让大龙丧命。大龙不能手术，我们要出院。行了，你去签责任书，是你们自己主动放弃的，将来要是出了任何事都由你负责。此话一出，大龙头上的黑气竟然直接消散了。如果刚刚要是让他们动了手术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有风险。果然是一群庸医。想到这，陈浩直接用灵气轻微刺激了下大龙的脑部。大龙，醒过来吧！你还真当你是神医呀？说醒来就醒来，竟然真的醒了！陈哥，这是在哪？医院吗？还能说话？你真的没事了？我应该有什么事吗？赵主任尴尬极了，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手术室。出医院后，陶国强突然邀请陈浩来到了饭店里。陈兄弟，我这朋友是在移动上班的，恰好他最近遇到一点事，我寻思着你主意多，说不定能给他提个建议呢。张经理，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陈兄弟陈浩。这也太年轻了吧，能行吗？陶国强不会是忽悠我的吧？你好，这张家强也太不给面子了吧！我之前都特意告诉他不要以貌取人了，早知道就不帮他想办法了。张经理，我比较忙，你有事就说事吧。小灵通你知道吗？就是个……停，这我知道，你能直接说正事吗？我们移动公司目前面对小灵通的竞争，业务萎缩的厉害，客户量也流失了，希望你能想个办法。原来是你洗耳恭听我的意见啊！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还以为是我遇到事，想要求你帮忙想办法呢。陈浩，你这样有意思吗？算了，跟你个小孩生什么气？你要是没有办法，我也不强求，反正我也没抱什么希望。张经理，你这激将法不错，但只可惜我不吃这一套。陶大哥，我先走了。陈浩，你没办法就直接明说好了，还说什么我用激将法，真是打肿脸充胖子。我最看不起你这种人。我不懂，你现在最担心的应该是饭碗不保吧？是又如何？其实你大可不必担心，就拿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来说吧。如果你拨打对方电话的时候推出一个彩铃业务，一首歌每个月收费2块钱，而且还能为个人定制专属版来电彩铃。这个主意不错啊！如果真推出彩铃业务，说不定我也会选择定一下。不过专属版来电彩铃是什么？不好意思，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张家强急忙站起来。陈兄弟，我错了，是我有眼无珠。你今天给我一个面子，咱们一起吃顿饭，别着急走，行不行？张经理，这怎么好意思呢？我也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还要请我吃饭，这得多破费啊！陈兄弟，你就别讥笑我了吧，这样我自罚3杯。罢了，喝酒嘛，就是要大伙一起喝。陈兄弟度量真好，我敬你一杯。说实话，你说的彩铃业务是个好办法，但仅凭这个和小灵通竞争，是不是还不够？没错，但从大趋势看，小灵通竞争不过移动公司。的小灵通信号差，仅限本地，手机却能全国使用。然后你们再推出小灵通没有的业务，比如私人定制彩铃、设置公司广告等等。好主意啊！别人打电话就能听到广告，肯定受欢迎。那怎么收费呢？普通彩铃每月几元，私人定制可以捆绑话费，比如每月消费满一定金额才能定制。陶大哥，你每月话费多少？80多，偶尔上百这样。如果定制门槛设108元，你可能会犹豫，但88元是不是就接受了？老张，你参考多数用户话费数据，上浮10元左右最合适。陈兄弟，你这脑子太厉害了，要是来移动肯定能当负责人。随后3人越喝越尽兴，一直到深夜才回家。第二天，陈家网吧也终于开张了，生意火爆的让吴英笑得都合不拢嘴。老陈，你知道网吧今天赚了多少钱吗？50块，整整230块呢，低你半个月工资。要是每天都这个数，那1个月就能赚上万。等等，那些人敲键盘按鼠标这么用力，不会弄坏吧？爸别担心，鼠标键盘不贵的。不过看这个趋势，咱们得扩充网吧规模了，至少得50台。那得多少钱？你没开玩笑吧？做生意的投入，等别人开更大的网吧，咱们就没优势了。3天后，
陈浩便和张明叫人送来了50台电脑回店里。你小子是不是疯了？上次我以为你就是开玩笑，这么多电脑怎么着也得10几万块钱了吧？你别告诉我你又给陶国强治病了。怎么可能？这叫做分期付款，我还没给老板钱呢。原来陈浩跟老板商量的是每个月给他一点钱。我家儿子还真是长大了，连生意都会做了。对了，老婆，前2天我听厂里人说有人也想开第2家网吧，不过现在咱家电脑这么多，估计都不会跑他那里去玩。儿子上次就说过早晚会有竞争者，没想到这么快，还是儿子有眼光啊。第2天，陈浩便按照之前约好的时间跟小马哥碰面了。你就是陈浩，实不相瞒，我这次是想请你帮忙的。小马哥，你开玩笑吧？我可不懂网络编程技术，你怕是找错人了。不是，我是想让你给我指一条明路。老实说 ，OICQ 目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这时候 OICQ 的用户群体可谓是高速增加，怎么困难起来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OICQ 活跃用户的数量应该是那些门户网站的好几倍才对。握着这么大的资源，怎么会困难呢？你可别告诉我说是因为买不起服务器啊！听君一席话，我就觉得这趟我肯定没有来错。没错，我买不起服务器了。不是吧？你怎么可能会没钱呢？真的，企鹅公司到现在都没有1分钱的利润，相反，为了维护服务器，已经花了几百万。我到底该怎么将这些用户群体变现成钱呢？正好借此机会入股，以后就不愁钱花了呀。小马哥，我确实有一点想法，不过你不介意让我入点股吧？你放心，哪怕给我50%的股份，我也不会有插手你们公司任何事务的想法。你要想清楚，公司恐怕几年内都不可能有分红，或许还会陷入严重亏损，那你的投资可能就是打水漂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要30%的股份，你开个价吧。1000万，太多了，小马哥你不厚道啊！我认为我的企鹅公司值这个价。有其他投资方的认可吗？你现在的公司估值最多500万，而且我的主意能在半年内让公司实现盈利。半年？你跟我开玩笑的吧？如果没有盈利，那我投钱入股的钱我就不要了。但如果盈利了的话，我的主意要折合成29%的股份。行，反正我也不亏，我答应你了。第2天，另一边的张家强竟然收到了一笔巨款奖金。只因我提出了彩铃业务，被公司认可了，不仅获得了提拔，还得到了整整10万的奖金。这钱到底要不要分给陈浩一点呢？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张家强还是拨通了陈浩的电话。陈兄弟，是我老张啊，我来给你送钱了。公司奖励了我整整10万块钱，你看你最近哪天有空？不用了，老张，如果你坚持把这个钱给我，那咱们交情就到此为止了。陈兄弟，你这是为难我老张啊！罢了，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吃饭吧。这个可以，就明天吧。正好我还有件事跟你聊了。第2天，陈浩就和小马哥还有张家强一起坐到了饭店里。人都到齐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互联网加。什么东西？就是把互联网应用到现实的生活中。小马哥，企鹅公司的技术可以实现在手机端开辟一个手机登录的功能吗？完全可以，不过需要移动公司开放端口。这就 OK 了。老张，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移动公司的 GPRS 业务应该很惨淡吧？确实，几乎是没有任何收益。所以互联网加才是让移动公司腾飞的基础，也是企鹅公司的机遇。接下来要老张向总公司申请给企鹅公司开端口。移动靠卖流量盈利，企鹅与移动按流量分成，移动还可为企鹅提供用户付费服务并抽成。从技术上看没问题，但流量是移动公司的，前期投入巨大，企鹅没付出，为什么要给他分成？老张，你们的流量利用率低，闲置着也是浪费。我们 OICQ 若能帮你们销售出去流量，按比例提成很合理。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等等，你说由移动公司代为收缴企鹅公司推出的服务费，你是打算进行会员收费这种方法吗？目前企鹅免费大家才愿意使用的，一旦收费的话，他们就会跑了呀。谁告诉你不是免费的了？我只是对会员收费彰显他们的身份的尊贵之处。另外设计一个等级显示，比如1级就是1颗星星，在线时间多久之后才能够晋升成为1个月亮，然后再是太阳。此话一出，小马哥眼睛发亮，急忙拿出笔和笔记本记录起来。还有会员的名字要醒目，在好友列表中排行最前，再开辟出来一个人物形象，提供一些免费的服装搭配，然后再提供会员专属的服装。我的天，好主意！等着吧，半年内肯定能让企鹅公司盈利。吃完饭后，小马哥和张家强便迅速的回去开始工作了起来。不久后，移动公司老板王梦龙便收到了一份与企鹅公司合作推广 GPRS 的策划案。这是华强市分公司的副经理张家强提交上来的，也就是开创彩铃业务的那位。有点意思啊，按他说的办，全力配合。1个月后，移动公司老板王梦龙拿到下面市级经理的反馈数据时，差点惊碎了一地下巴。
此前毫无起色的 GPRS 业务，在这1个月竟然达到了3万倍的增幅。果然没有看错，这张家强还真是个人才。另一边，陈浩又约上了陶国强，开始商讨陈老吉饮料厂的发展计划。明年咱们必须重新拿地建厂，引进新的生产线。这至少得投资6、7千万左右，相当于是推倒重建了。负债会不会太高了啊？银行给贷这么多钱吗？银行方面问题不大，随着经济发展，势力不会让企业长久存在。工厂必须得签到成交，现在重新拿地比以后扩建搬迁划算。行，那就按你说的来。说完，陶国强便递了张存折过来。这是今年的分红，有400万。对了，我有个朋友，他父亲前几年脑溢血留下了后遗症，说话口齿不清，你有办法治吗？得见到病人才能知道。那你有空帮忙看看吗？我这个朋友家在临市100多公里远，咱们明天开车一起去行不行？可以。说来也巧，我爷爷和大伯也是临市的，正好去看看。第二天，陶国强便带陈浩来到了赵大刚家。国强，你跟我说请来的医生呢？不就在这吗？怎么这么大个活人你看不见啊？就他，我还以为是国强的跟班呢。赵大哥你好，我叫陈浩，我是来帮你父亲看病的。此话一出，赵大刚连忙将陶国强拉到了一边。国强，开玩笑也没有这样的开法吧？别看陈浩年纪轻轻，医术之高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一般人可请不动他。真的假的？他恐怕还在上学吧？能懂多少医术？你不会被骗了吧？就在这时，赵大刚另一个好朋友竟把大名鼎鼎的唐神医请了过来。唐神医真是辛苦您了，这么大老远的还专门过来给我父亲治病。茶水准备好了吗？这一路过来真是累死我了。那当然，这边请。把神医请进去招待了半天后，赵大刚才略带歉意的走了出来。不好意思啊，国强，你看唐神医也来了，要不我现在给你结账。不用了，以后你别。等等，既然来都来了，不如就进去看看吧。我无所谓，你们随意坐。进入别墅客厅后，唐神医正好给赵父把完脉，写了一张药方出来。赵先生，你按这个药材去抓药吧，应该差不多会有些效果。好的，谢谢您了，唐神医。这药方……赵大刚看到药方上面的内容后，神情竟然很是复杂，嘴动了一下，却是没有吭声。这药方以前有人开过，根本没用啊！这唐神医看来也不过如此。陶大哥，我们走吧。这就走了，你不用看看了。这位小朋友，你也是医生吗？都请我来了，还请另外一个医生，这分明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而且居然还是个小娃娃。小朋友，既然你来都来了，那不妨来点评下我的药方。你的药方有个屁用，我可没时间跟你们瞎玩。陶大哥，我们走。陈浩仅仅只是在旁边瞟了几眼，竟然就知道药方没用，难道他医术真的很高？等一下，这位兄弟不好意思，先前是我慢待你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我计较行不行？陈浩也没答话，直接刷刷刷的写了一个药方。按照这药方去抓药，喝上3副，如果没有效果，那我也没办法。这天，陈浩又给自家的网吧升级成了最新的宽带。好贵呀，好端端的干嘛要增加宽带呢？他们要是觉得网速慢，多等一会不就行了？想要留住客源，这钱可不能省。对了，我想在华强市再开一家网吧。市里能赚钱吗？我上次专门去市里转悠了一圈，看见网吧好多啊，不像咱们这里就只有咱们这一家。当然能赚钱了，接下来几年可是网吧行业的黄金时期，而且在市里开的话，至少要100台电脑起步的那种大网吧。100台，那就是70万啊！咱们有这么多钱吗？钱的方面我来想办法。另外，我们得在华强市内买上一套房才方便。这得多少钱啊？你哪来这么多钱？戒备，陶国强你们知道吧？我和他说好了，等赚钱了以后咱们再给他还就行了。陶国强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就因为你帮他父亲治病吗？妈，人和人之间的感情都是处出来的。之后我又帮了他一些小忙，关系就越来越好。而且陶国强也有钱，他的饮料厂一年赚上1000万的，根本不在乎这100万。好儿子，我家孩子长大了。日子飞逝，很快就到了年关。张哥，马上过年了，提前给你发个红包当年终奖。这么补起码有1000吧，我平时工资都不少了，没想到还有这种福利，谢谢陈老板。应该的，网吧开得这么顺利，你可是功不可没。对了，我让你联系招聘收银员的事打听好了吗？现在快过年了，愿意出来找工作的人少，大家都想过完年再说。那怎么办？我们全家明天回离市过年，都半个月才回来，我总不能让你一个人盯着吧？你忙不过来的。再看吧，实在找不到人也没办法啊。这时李静突然走进了网吧。陈浩，我看到你在招什么假期工呢？我可以试试吗？我家网吧想招收银员，你父母愿意你来工作吗？像你这种娇生惯养的小公主，我怕你坐不住，网吧里烟味可大了。什么小公主啊？我妈下岗了，家里就我爸一个人上班，我也不能不懂事啊。那你不如回家问问你妈，看她愿意来网吧当收银员吗？工资暂时1个月800，还有你要是想打假期工，从现在到开学，我给你1个月600，行吗？收银员工资都800，那我这个累死累活到处修电脑的人，居然才600，气死我了！傻老板啊！太行了，你等等，我现在就回家问我妈。
李静走了以后，陈浩才笑着对张明说道：“对了，刚才忘记和你说了，你的工资也涨了，翻1倍，1200块钱一个月。老板你真好，我刚刚真不是人，居然还吐槽老板。”第二天，李母和李静都来到了网吧开始上班，陈浩一家也踏上了回林市的旅程。来一趟你爷爷家，坐火车真受罪呀！我就说咱们得买辆车吧，以后逢年过节回来多方便，也不用等车买票排队。我舅舅不是一直看不起我爸吗？买辆小轿车开回来给他们开开眼。买，咱们明年就买。这就对了嘛，赚钱就是为了花的，否则钱就不叫钱，只能叫做废纸。很快三人就到了爷爷家，还带了很多的礼品。陈楠，你们回来过年就回来吧，怎么买这么多东西？你们赚钱也不容易呀。对了，我听说前段时间单位到处弄人下岗，你们怎么样了？我和吴英都没工作了。哥，那你们没有了经济来源怎么生活啊？是啊，你们还乱买一堆东西，就算你们以前有些积蓄，哪里经得起这样乱花？你们就放心吧，我们现在赚的比上班还多呢。我们在镇里开了家网吧，现在一年也就赚个几万吧。哥，你们也太有头脑了。多亏陈浩的福。对了，陈林，你谈的那个女朋友孟玲玲怎么样了？不是说计划今年结婚吗？怎么又没动静了？别提了，玲玲她父母不同意，说让我在林市买一栋楼房给她。我1个月工资连1平米都不够买了，更别说买一栋楼了。我和你妈倒是有攒下的3万，不过也不够买楼房啊。孟玲玲是个好闺女啊。要不是她父母阻挠不同意，她俩早就结婚了。要不商量下，咱们明年5、6月份左右买楼房，这个钱我和你哥出了。我们主要是现在手里也没多少钱。那怎么能行？你们给我买不合适。我是你哥，你有困难我帮你，这不是很正常的？真正的爱情可不好找，就这么说定了。与此同时，孟玲玲的父母竟然正在安排孟玲玲去相亲。今天中午家里要来人，你准备一下哈。谁啦？就前天晚上你姨姨给你介绍的那个科长的儿子，叫赵建军的那个，你赶紧收拾收拾。我说了我不见。玲玲，我知道你喜欢陈林那小子，可我和你妈才是过来人啊，我俩能害你吗？那个陈林家庭条件一般，工作也就那样，家里没权没势的，你嫁过去，我和你妈能放心吗？爸，日子是我过，又不是你们过，你们就别干涉我了，行不行？你这丫头，再说我们也没阻止你啊。你妈说了，只要陈林能买得起楼房，就同意你俩的婚事，但是陈林自己就放弃了。你们这是故意为难陈林，明知道陈林家里没有钱，偏偏提出来这样的条件来为难人家。就在这时，门铃竟突然响了，人家小赵都来了，玲玲还不赶紧开门去？孟玲玲不情不愿地把门打开，才发现竟然是陈琳来了，身后还跟着她的侄子陈浩。你怎么来了？孟阿姨好，我回爷爷家过年来了，顺便来看看你。完了，等会赵建军就要来了，陈琳会不会误会啊？玲玲怎么不让小赵他们进来啊？哪有让客人站在门口的？就在孟玲玲进退两难之时，陈浩直接走进了屋子。孟爷爷好，孟奶奶好。这孟玲玲的家庭条件也很一般嘛，但偏偏总有些父母幻想着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生活。你是？叔叔阿姨好，这是我侄子，叫做陈浩。你怎么来了？妈，有你这样的吗？你们先坐，我给你们倒茶。你站住，谁让你倒茶了？就在这时，门外竟然又响起了敲门声，原来是赵建军来了。玲玲，你好呀！陈琳，你怎么也在？罢了，今天我主要是来看叔叔阿姨的。阿姨叔叔，我也不知道你二老喜欢什么，所以就随便买了一点东西。这毛子这华子，你可真是破费了啊！应该的。我打断一下，孟奶奶，您不是说只要我二叔买一栋楼房，就不再干涉两人结婚吗？这要求我们陈家答应了。还有这个黑脸怪可以赶出去了吧？你骂谁黑脸怪呢？你二叔能给玲玲幸福吗？我们家已经准备好了120平米的楼房，而且装修家电随他挑，还会买桑塔的小轿车。你们陈家能做到吗？你做不了主。孟阿姨，你愿意嫁给我二叔吗？我当然愿意嫁你二叔了。你给我闭嘴！我们做父母的还会害你不成？他陈琳啥也没有，怎么给你幸福？孟奶奶，今天我和我二叔就是来提亲的，您可以提出你的所有要求，我保证全部都满足。你这小屁孩胡言乱语什么？你拿什么资格来提亲？我刚刚说的那些条件之外，他还会再给玲玲5万块钱的衣服钱和买3斤的钱，你们陈家能拿出来吗？我的天，这些东西加起来足足有30多万了吧？陈浩，算了吧，我觉得玲玲和他在一起也挺好的，至少不用跟着我过穷日子。你胡说什么呢？人家有是人家的东西，我要的是和你在一起，哪怕苦日子我也愿意。
二叔别放弃，这些东西值不了多少钱，咱们去买东西。对了，孟奶奶，我知道口说无凭，那咱们就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一起去看看如何？走就走，我倒要看看你在耍什么花样。很快，一行人就来到了花园小区售楼部。先生你们好，现在1平米是1000块钱整，你们要看哪个户型呢？你买得起吗？你就在这买了，刷卡付全款。不会是贷款或者借钱买的吧？陈浩老小区那边的环境也不错，不如咱们再去那里看看吧。不用了，孟阿姨，二叔说你就喜欢这里的房子，这就当是我送给你和二叔的新婚礼物了。陈浩，这钱不用玲玲还吧？当然不会，这上面有50万，楼房装修我计划20万，剩下30万拿去买辆车。桑塔纳一点档次都没有，这个钱是给孟奶奶和孟爷爷的彩礼钱。哎呦，小浩，你看今天这是闹的，走走走，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对了，那个小赵啊，顺便将你拿的那些礼物都拿回去吧。阿姨还是决定尊重玲玲的意见。礼物就算了，我先回家了。我的妈呀，随随便便就能拿出50万，这我还怎么比？真是丢死人了。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敞开吃，千万别客气。对了，二叔，要不你把工作辞了吧？我打算在临市开网吧，你帮我照看着，1个月工资3000，年底还有20%的分红，5年后这个网吧就归你。不行，这怎么好意思？行了，就这样。孟奶奶、孟爷爷还有二叔二婶，我知道你们肯定好奇我怎么会有钱。其实我投资了一家企业，不过还请你们先别告诉我爸妈，我打算过段时间再说。什么企业这么有钱？就是 OICQ。对了，二婶你也别上班了，到时候就和我二叔你们一起照看网吧。那以后我和你二叔2人就给你打工了。接下来你们就去找店铺，最好是上下2层楼那种，最少也得400-500平米。那得开多大的网吧啊？能赚钱吗？你就放心吧。接上集，陈浩帮助陈琳安排在临市开网吧的事情落实后，这天突然接到了张瑶的电话。过年好呀，陈浩，怎么一直不回我短信啊？张瑶姐真是不好意思，之前我手机没有开机。好吧，那你什么时候还来省城啊？感觉很久都没有看见你了。过几天就要去一趟，我还想买一些玉牌，大概要400块左右，你们那里有吗？我回头和老板说一下，让他调点货过来。那咱们就说定了。很快到了大年初2，陈浩的2个舅舅吴朝辉和吴朝阳2人便拎着各自的媳妇回到了家里，吴英也带着家人回到了娘家。大哥二哥，过年好。啊。吴朝辉和吴朝阳2人，一个做点小生意，一个是在国企当着生产科的科长，所以根本看不起陈楠这样的老实人，态度更是非常冷淡。你们2个小工人1个月工资才多少啊？买这些东西不得花你们半个月的工资啊！弄这些华而不实的干什么？人家吴英2口子给爸妈买点东西是心意，又没花着你的钱，你管这么宽干嘛？我是看不惯他们这种做法。走吧，咱们出去吃饭吧。不在家里吃吗？你嫂子最近身体不舒服，就懒得在家里做。今年正好你2哥赚了点钱，让他请客就行了。最主要的是，我打算介绍个人给你2哥认识下，不过还得看人家有没有空才行。大哥，你好歹也是个领导，怎么还得看人家有没有空？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你大哥是领导已经是过去式了。大哥你下岗了，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大哥没有工作了，你怎么好像还挺高兴的啊？问得这么仔细，你还是不是亲戚了？有你这样幸灾乐祸的吗？我只是关心大哥才问一下的。我看你是想要看笑话吧？我早就知道你们一直在等这一天了。就算我大舅下岗了没有工作了，那也不是我们家弄的吧？我怎么感觉你好像把气都撒到我们家人身上来了？你个小屁孩，啥也不懂，在这胡乱说什么话呢？谁往你们家人身上撒气了？你可别乱冤枉人。是不是往我们家人身上撒气，大伙心里有数。妈，我看咱们还是回家吧，我不想在这里待了。陈浩，算了，这是在你姥爷家呢，我们还是赶紧去饭店吃饭吧。来这里吃饭的人我看都是冤大头，就一个普通的醋溜白居然敢卖10块钱，这不是抢钱吗？这顿饭我请客，他这难道是在骂我冤大头吗？闭嘴吧你懂什么叫高端吗？二弟，看来你这几年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啊，都会来这些地方享受了。你别看我开的小批发部不起眼，但1个月至少也能赚个2-3千。2-3千，这可比当领导工资都高了。二弟，你没骗人吧？骗你干嘛？大哥，你干脆别找工作了，自己做点买卖多好，还自由。不过别开批发部，我打算年后就把我的批发部转出去，改行开超市。你是说赵大刚开的那种连锁超市吗？我听说赚不少钱啊。没错，赵大刚1年至少赚了100万。那还等什么？年后咱们也赶紧开个超市。接上集，吴朝辉2兄弟商量着一起合伙开超市时，
谁知又遇一风波。人家赵大刚一年赚100万，但并不代表咱们开超市也能赚100万啊。赵大刚一年赚100万，那咱们一年能赚个10几万就好了。正好我有个朋友请赵大刚来吃饭，一会儿我和大哥过去敬几杯，也和赵大刚聊聊，让他带带我们。就在这时，林氏工行的业务经理黄海涛突然给吴朝辉打来了电话。老吴你在哪呢？赶紧过来呀！好的，黄经理，我们马上来。黄经理过年好，这位就是赵总吧？过年好。黄经理，您还记得我吧？我以前在林氏机械厂工作，咱们还打过好几次交道呢。吴科长，是不是？是，不过都是过去式了。赵总初次见面，我们敬您一杯，我干了您随意。行了，你们今天过来想必是有事吧？有话直接说。其实我是做批发部的，这2年生意不好做，想加盟您的连锁超市。可以的，怎么个合作方式呢？我们挂您的招牌，以您的连锁超市名义经营，给您上缴一定比例的加盟管理费。这样吧，大家都是朋友，每年上缴的加盟管理费为你们净利润的50%，如何？那怎么能行？50%也太多了吧？吴老板，这也是你们的意思吧？当然不是，赵总，这是我大嫂，她啥也不懂，你别理她。不过50%真的不能再少了吗？换别人至少60%，50%不算多，你们好好想想吧。让你们加盟就是分赵老板的客流，你们好好想想吧。赵总，那我们回去考虑一下行吗？可以，想清楚了再来找我。客气几句后，吴朝阳等人才回到了之前的包厢里。大哥，你们谈的怎么样了？不怎么样，那个赵大刚也太过分了，开口就要50%的利润，那我们还赚个球啊！陈浩，你小子平时鬼主意不是很多吗？快帮你二舅他们想想办法。吴英，你没看我们在这里发愁吗？你们啥也不懂就别乱出馊主意了。妈，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不要说话吧。这顿饭吃的不是很愉快，众人结账完正准备离开时，却正巧遇到了赵大刚和黄海涛。陈浩，陈兄弟，我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终于见到你了，我真是太激动了。陈浩竟然认识赵大刚，而且关系看起来还不错。陈浩，你刚才怎么也不和我们说一声你认识赵总啊？要不然也不至于让黄经理帮我们介绍了。舅妈，是你说我们什么也不懂的，对不对？算了，小浩，你就帮你舅舅他们吧。老赵，我听说我舅舅他们想加盟你的连锁超市，50%太多了，就算30%如何？吴老板他们也不是外人，况且还有陈兄弟你这么一层关系，就给我10%的利润就行了。这赵总您会不会亏太多了？有钱大家一起赚嘛，等你们将来发财了，别假装不认识我就行了。回到家后，何小莲等人的态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浩来，快坐，你现在还真是越来越出息了。妹子，要不然你们也辞掉工作，回林氏来做点小生意吧，反正你们工作的那个破厂也没什么效益。其实我和吴英在半年前就辞职了，现在在开网吧，而且陈浩的意思是过完年后我们都搬到华强市去，再开个大点的网吧。一台电脑起码7000，他们居然这么有钱了，之前我还以为我比他们强呢，真是可笑。浩啊，舅妈说话不好听，你千万别和舅妈计较生气，今后舅妈肯定改。对，你这次可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舅妈，其实今天这件事我不想管的，但我爸说了血浓于水，所以我才帮忙的。对，咱们都是一家人，就应该彼此扶持，这样才能越过越好。妹子，你们今天就别着急回去了，晚上就在家里吃吧，我给你们下厨。那我们就尝尝大嫂的手艺。第二天，陈浩一家便返回了华强市，陈浩则独自坐上了火车，打算去找张瑶。大海兄弟，我听说你们陈老吉凉茶在华强市周边销售很不错，你这次去省城是不是要开辟市场啊？程大哥，你也是做生意的吗？怎么对我们陈老吉凉茶的事了解得这么清楚？稍微做点小生意，大海兄弟省城市场很重要啊，拿下就能辐射全省，选好代理经销商很关键。陈浩听后觉得老程分析的有道理，便走到远处给陶国强打电话确认一下。陶大哥，咱们厂里的业务经理是叫王大海吗？你怎么知道？在火车上遇到他了。这样啊，是我安排他去的，看看能不能拿下省城的代理。这个王大海业务能力挺强的，是个好苗子。我知道了，那你忙吧，陶大哥。对于王大海这个人，陈浩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陈老吉凉茶这种公事也不能随意拿出来闲吹吧。罢了，既然陶国强说王大海是个好苗子，那我就不管了。没多久，陈浩就出站了。陈浩，这里。张姐辛苦了，其实不用来接我的。张瑶，这位就是治好了伯父哮喘病的那位小神医吗？赵朝辉，你阴阳怪气的是什么意思？神医就神医，加个小字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啊，怎么了？有你这样问的吗？
行了，赶紧把车开过来。你把车停哪了？停车场啊，总不能顶在我头上吧？懒得跟你说，赶紧去开吧。行，张大小姐。张姐，这个赵昭辉是谁啊？邻居，家里是做生意，挺有钱的。想到你今天来，我就临时让他给我当下司机。这时，一辆黑色的大众商车突然开了过来。张瑶，不好意思啊，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个很重要的人来了，刚好也在这个火车下车，让我接他一下。陈浩，今晚我请你吃饭，算是我给你赔罪。没关系，你先忙你的事。赵昭辉打电话联系要接他，没想到来的竟是王大海。你就是赵克赵老板的儿子吧？我姓王。王叔您好，是我爸安排我来接您的。王叔您上车吧。辛苦你了，小赵。对了，王叔，我这里还有2个朋友，您看能一起顺路吗？顺路？那小赵，既然你忙，你就先忙你的好了，我一个人打车走也行。不，昭辉，你忙你的吧，我和陈浩2人打车回去也行。特么王大海，多坐2个人你能死啊？要不是我爸说不能得罪你，真想一脚踹翻你。没办法的2人只能打车回去。到达张家后，陈浩竟看到了满屋子的衣服设计稿。张姐，你似乎还挺喜欢设计衣服的呀？那当然，女人穿衣服就想穿一个与众不同的漂亮衣服，所以我干脆自己设计然后定做。张姐，你有设计衣服的天赋，就没想过自己当一个服装设计师吗？当然想过，只可惜我很难找到这样的工作。那你完全可以自己开一家公司啊，就是自己不生产衣服，专门设计衣服，然后将图纸卖给其他服装公司。还有个办法就是自己设计，找代工工厂生产，创立一个品牌。还可以这样吗？你可以先多设计一些服装造型，我能试着帮你联系，比如和 OSAQ 公司合作。他们是互联网公司，这衣服怎么和他们联系在一起啊？这是秘密，企鹅公司那边暂时还没有发布这个功能，等之后你就明白了。这时张副理回来了。真是不好意思啊，陈浩，本来是在家里等你的，可是学校突然间召开一个临时会议，我这哮喘病要不是你的话，到现在还治不好呢。陈浩，可以顺便帮我爸看看，再复诊一下吗？当然没问题。张叔叔，你的身体情况很好，就是过年时油腻吃多了，最近肠胃不太舒服，适当控制一下。陈浩，你这医术真是绝了，连这都知道。这时赵昭辉突然来了，然后邀请陈浩2人来到了餐馆里。不好意思啊，陈浩，尽管点，千万别担心钱的问题。看看暴发户说起话来口气就是不一般，不过这一顿起码500-600吧，别到时候吃完了钱不够，还得把你扣下来洗盘子。我还真没有带多少钱，不过今晚咱们吃赵总的。你爸也在这里吗？他今晚招待那个姓王的，咱们另外开的包厢，吃喝完毕之后直接让他结账就行了。那个姓王的是做什么的？我看你爸挺拿他当回事啊。今天这个王经理就是陈老吉凉茶的人，我爸想拿下这个陈老吉凉茶的代理权。赵哥，你父亲是做什么生意的？什么都做，本来在做汽水厂的总代理，但那个厂子经营不行就退出来了。他做过这一行，手里也有一些渠道，所以就看上这个陈老吉凉茶了。那一共有多少人在竞争这个代理权呢？好像有3个人，不过我爸说他是最有把握的。另一边，赵昭辉的父亲赵斌正在和王大海讨论合作的事。王经理，对于省城的代理有什么要求吗？其实说白了也没什么硬性要求，就是每年必须得完成100万件的销售量才行。我的情况你应该也有些了解，如果交给我来做的话，1年100万件销售任务根本不是问题，甚至还可以更多。王经理，明天的早点钱我作为地主，怎么也得包圆了。赵老板，你看看你这么客气，连饭钱都给我报销，这厚度最多只有5000，这赵老板也太抠了吧？赵老板太客气了，这招待太重了，受不起啊！糟了，这是嫌钱少了呀！其实5000块钱放在这个年代已经很高了，相当于普通人10个月的工资。真是不好意思，王经理，我上个洗手间，你等我几分钟。说完，赵斌连忙赶到了赵昭辉和陈浩等人的包厢里，把赵昭辉喊了出来。昭辉，你身上装了多少钱？都给我！我身上只有800了，够吗？不够，起码还得5000。你带卡了没有？没有，要不然我问问张瑶，看他身上有多少钱，找他借点吧。你和他说清楚，明天就还给他。今天我银行卡限额了，取不出来。随后父子俩就一起走进了包厢里。瑶瑶啊，叔叔临时有点事，你有没有带钱啊？能不能先借给叔叔应急？我明天一早就让昭辉取了钱还给你。赵叔叔，我也没有带多少，500多块钱够吗？你都拿去吧。对了，陈浩，你身上带有多少现金啊？你先给我借点，我明天还给你。有1万，赵叔叔您都先拿去用吧。一个高中生身上竟然装着这么多现金，这孩子太仗义了，初次见面就借我1万块应急。陈浩，叔叔现在急需钱，就不客气了。等事情办妥后，明天带你在省城好好玩。明天银行开门，我就取钱还你。
赵叔叔客气了，谁还没个急事，您就先用吧。赵斌连忙点点头，这才脚步轻松地回到了另一边的包厢里。王经理久等了。对了，我上次借你的1万块，今天想着还呢，喝酒差点都忘了。赵老板，你记性不太好啊，我记得你上次借了3万吧？3万，我尼玛，这王大海胃口也太大了，这不是狮子大开口吗？不过王老吉前景确实可以，不管了，先拿下再说吧。王经理，我今天没带那么多，要不咱先给1万，签了协议，明天再补齐剩下的，可以不？我可没答应签协议，欠钱哪有分2次还的？明天带着钱来我房间，过时不候，反正吴老板那边还等着我呢。王大海，你大爷的！最后，赵斌只能带着遗憾来到陈浩等人所在的包厢。谢谢你了，陈浩，这钱还给你，刚刚用不上你的钱。爸，发生什么事情了？赵叔叔，是和陈老吉凉茶代理的事有关吗？没错，那个负责的王经理竟然想要3万的回扣，我实在没办法满足他。我尼玛，这姓王的真敢狮子大开口啊！一个代理权就3万的回扣。陈老吉凉茶不愁销售，所以这姓王的才有恃无恐嘛。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后患无穷，还是算了吧。赵叔叔，要不咱再谈谈，我和你一起去找王大海。4日，陈浩和赵斌就直接来到了王大海的酒店里。吴老板，行，就先这样吧，具体的细节等会吃饭的时候再谈吧。赵老板，你来了，你带个小屁孩来干什么？赵斌不是来送钱的吗？带个外人来也太不懂事了。王经理，我想问问你，陈老吉凉茶的代理经销商选择的标准是什么？赵斌，你什么意思？带个小屁孩来质问我的吗？王大海，既然你不回答，那我只好给陶国强打电话了。你这个业务经理算是干到头了。等一下，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陈老吉凉茶公司的大股东，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形象以及利益，所以我必须要为公司除害。什么？胡说八道！我怎么不知道公司有你这么一号人物？因为你还没有资格。陈浩懒得理会王大海，便直接拿出手机拨通了陶国强的电话。陶大哥，我在省城遇到了王大海，把他这个业务经理开除吧。省城代理经销商的事他已经没有资格了，具体的回头我再和你说。就你一个电话，谁不会打是的，装模作样。就在这时，王大海手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竟然是陶国强打来的。难不成这个学生说的是真的？这怎么可能呢？陶总，你他妈的干什么了？算了，你什么也别说了，现在立刻从省城给我滚回来！此话一出，王大海当场整个人都傻眼了。完了，一切都完了！等等，陈总，误会都是误会啊！求求您再给我个机会。1万多都满足不了你的胃口，你还想要什么机会？这还仅仅是我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又有多少？你以前又收了多少回扣？陈总，我滚回话强势自己去交代清楚。赵叔叔，我们走。怎么2个人情绪都这么沉默？完了，肯定是谈崩了。爸，咱们去哪？回家吗？那个陈总啊，要不然咱们找个地方先吃顿饭吧。什么？爸，你喊陈浩什么？陈总，这。陈浩是陈老吉凉茶公司的大股东，你说该不该这么叫？陈浩，那你怎么不早说？这样我爸也不用去求那个王大海了。你瞎说什么呢？做生意的正经事情怎么能凭人情关系呢？其实陈老吉的具体运营我从来没有插过手，这次完全是因为王大海做的太过分了，还损坏公司利益。那陈浩，这几天我干脆给你当司机吧，省城这边我多少熟悉些，你也可以少跑几趟冤枉路。那就麻烦赵大哥了。随后陈浩便让赵昭辉开车来到玉石铺，又买了一大堆玉石。反正时间还早，陈浩，咱们去玩玩呗。也行。不多久，陈浩3人便来到了大赵山。咱们坐缆车上去吧。我觉得来爬山就别坐缆车了，要不然就没有意思了。我可爬不上去，要爬你一个人爬。昭辉，咱俩坐缆车。陈浩，我们在山顶等着筋疲力尽的你。也行，我正好锻炼一下身体。怪人一个。随后陈浩便一个人踏上了爬大赵山的路。这时他突然遇到了2个女孩。赵慧，我想要解手了，怎么办？你忍一下吧，等这个男生走了以后，我陪你去旁边找个隐蔽点的地方，我给你放风。等陈浩走后，柳珊珊才快步走向了大石头。然而过了2秒后，她却大声叫了起来：蛇！我被蛇咬了！赵慧被吓了一大跳，连忙跑过来查看。珊珊，你的腿都发紫了。赵慧，我的腿好像动不了了，怎么办啊？被蛇咬了？什么样的蛇？话刚说完，陈浩就被眼前2条白花花的大嘴惊得呆了一下。你看什么看啊？大颜色狼，你眼睛往哪看呢？赵慧，我头有点晕。你刚刚有看到是什么样子的蛇吗？那条蛇好像是土黄色的，舌头好像是3角形的，我的腿越来越麻了。不会是五副岛吧？这时柳珊珊竟突然昏了过去。住手！你这个大颜色狼，都这个时候竟然还想着耍流氓！没看到我在解毒吗？
一番操作下，陈浩划开伤口，就将里面的黑血挤了出来。已经上过药了，不过得赶紧送医院去，快打电话。珊珊，你怎么样了？这1万是你的辛苦费，你可以走了。不必了，小心点，别碰掉他腿上的草药。觉得少？这可是普通人几乎2年的工资了，小子以后有你后悔的。这家人真没礼貌，连个谢谢都不说。陈浩懒得再搭理这一家人，扭头就走了。这蛇的毒性还真是够强的啊！是什么蛇咬的？我好注射相对应的血清。应该是五步倒吧。什么叫应该？赵慧，你想清楚了再说，这可不是小事。假如要是你说错了，我家珊珊有个什么意外情况发生的话，你得负担全部责任。凭什么？又不是我让那蛇咬珊珊的，你怪我做什么？要不是你和我家珊珊去爬山，她能被蛇咬吗？爬山的主意也是你想出来的吧？要是我说啊，都是因为你我家珊珊才被蛇咬了。行了，柳一，邢主任就给珊珊注射5步倒的血清吧。好，我打电话联系一下。在邢主任打电话的时候，柳一看见柳珊珊腿上那一道绿色的草药，竟顺手扒拉了一下。这什么玩意啊？别动，那是阻止毒液蔓延的草药。然而为时已晚，柳一已经将那道草药扒了下来。什么草药能阻止毒液蔓延？一个小屁孩的话你也信？这时邢主任也打完了电话。刘总，柳经理，我们这里没有5步倒的血清了。怎么会没有？你们医院到底是干什么吃的？我女儿今天要有什么意外，你们医院都要给我负责，还不快去给我找？柳姨不好了，珊珊腿上的毒液好像开始向上蔓延了。果不其然，柳珊珊大腿上的黑色毒素竟已经蔓延到了大腿处。这速度太快了，如果实在找不到血清的话，可能就要截肢了。这绝对不行，快给我想办法啊，快点！要不然找个中医想想办法吧。我看那个男孩就是用草药抑制住珊珊腿上毒液的。对啊，爸，您不是认识张振远张教授吗？快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看看。接到电话的张振远很快就赶了过来。你终于来了，快看看珊珊。医院说找不到抗5步倒的血清，邢主任让我们在半小时内决定是否截肢，只能求你想想办法了。 5步倒的毒我也没有办法。这难道是抑制毒液的草药？对，有个男孩从山上摘了一些草药，给珊珊敷在了腿上。用的是什么草药？我也不知道啊。他没有和你说，你就不会问吗？都这么大的人了，这么重要的事，难道你还要别人教你怎么做吗？行了，柳一，别把气撒在别人头上。张教授，您还能再配点这个草药吗？我们重新把这草药放上去，却没有效果了。 对不起啊，刘总，这草药我也没有见过。你们有那个男孩的联系方式吗？可以让他来试试。没有联系方式啊，我只知道他叫陈浩。原来是他，我就说怎么会有人能凭草药就抑制住5步倒的毒？但如果是陈浩做出来的，就一点也不稀奇。我马上给他打电话问问。是陈浩给柳珊珊敷的中草药解蛇毒之后，马上打电话给陈浩。 陈浩，你现在在哪里？能不能回医院一趟？你之前救的那个被蛇咬的女孩情况很糟糕，草药被碰掉了，抗5步倒的血清一时也找不到。这么倒霉？行吧，我这就去看看。与此同时，柳一在治疗室里急得都快要疯了。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放心，他马上就来。应该是路上有些堵车吧？堵车也不能这么慢啊，这可是人命关天啊！这时陈浩终于出现，不紧不慢地向急诊室这边走来。 张教授，不好意思啊，来的稍微有点晚了。我刚才去了一趟大赵山，所以才耽搁了些时间。你干什么呢？我家珊珊还在这等你来抢救呢。你倒好，还跑去大赵山。我就说堵车也不至于堵这么久吧。先前柳传志那副有钱人的姿态，我就已经很不爽了。现在这柳珊珊的母亲居然还这个态度，难不成这是我欠她的？陈浩，别管他，咱们抓紧时间吧。再等下去，恐怕治疗起来也挺麻烦的。 等等，你有没有把握治好我家珊珊啊？我警告你，要是没把握的话，千万别乱给我家珊珊用药啊！要是我家珊珊因为你的原因有个3长2短的话，我可和你没完。你说够了没有？你这人是不是神经病啊？算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说完，陈浩转身就走，柳一顿时就傻眼了。你什么意思？你要见死不救吗？我又不是不给你钱，你想要多少钱？10万块钱够不够？ 在这个年代，10万的确不是个小数字，但陈浩压根不缺钱。原来你这么有钱啊？那你把这10万块钱给别人吧，看看谁来帮你。不就是嫌钱少吗？装什么装？50万怎么样？滚开！混账！你这等于在谋杀珊珊啊！爸，你居然打我！回头再跟你算账。保镖把他拉到车上去。对不起，陈医生，之前的事都是我的错，请您别放在心上。 一番态度下来，陈浩也没再计较，直接走进了病房里。
毒素蔓延的这么快，血清联系的怎么样了？最近的血清等明天才能送过来。等到明天，柳珊珊早就没命了。张教授，你帮我凑齐金银花、百草莲这几种中药，再文武火熬6个小时。我马上就去。随后，陈浩用刚刚去大赵山上拔的草药，直接敷在了柳珊珊的腿上。蛇毒竟然停止蔓延了，真是神医呀！我刚刚用钱打发这年轻人，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错误的事。不行，必须得挽回一下。谢谢你了，陈医生，这是我的名片，以后遇到我能帮忙的，请你尽管开口。竟然是华森服饰集团的董事长，看来以后有的是机会跟他打交道了。对了，陈医生，我替我女儿向你道歉，她因为遇到了一些打击，体内堆积了什么淤气，这才性情大变的。我知道了，不就是希望我能帮他看一下吗？我才不看呢。很快，张振远便将药抓了回来。陈浩接手后，仅1小时，竟将柳珊珊腿上的毒素成功清除了。这么快？这时躲在一边的柳依连忙跑了出来，激动的眼睛都红了。谢谢你，陈浩，刚刚是我太急躁了，真的对不起。没关系，看来这柳传志没骗我，柳依体内的确有淤气，一旦脾气上来，说话往往都是不经过大脑考虑。对了，陈医生，珊珊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呢？几个小时后吧，他体内残留的毒素停留太久，已经没办法逼出来了。我给你开个方子，回头你让他吃上3副，等我下次来再替他复诊看看。第二天，陈浩便回到了华强市自己买的房子里，准备将前些日子买的玉牌炼化了。有了上次的经验后，不多久，所有玉牌消耗完了后，就炼制成了10块巨灵阵的玉牌。陈浩也趁热打铁，把巨灵阵玉牌炼化修炼，准备冲击炼气3层。只见周围所有的天地灵气都被巨灵阵吸收为陈浩所用，一鼓作气打通经脉。给我破！终于到达炼气3层了。另一边，吴英他们为了照顾陈浩，直接在华强市里买了套160平的楼房。这天，吴英突然疑惑地看了看存折。这里网吧好几天都没往存折上存钱了，我今天去取钱的时候才想起来这件事。那收银的不是你同学的母亲吗？你明天上学的时候要不去问问她？估计是没来得及存进去吧。现在网吧就2个人走不开也是正常的。咱们现在到处都用钱，和你同学说一声，尽量别拖得太久了。那我明天问问。然而陈浩并未把这事放在心上，很快就跟陶国强来到了新厂址进行查看。陈浩，这里你看怎么样？只要土建工程进行的差不多，厂房下次搭建起来之后就能运作起来了。可以，动作挺快的。对了，陈浩，王大海被我下放到车间里去干活了。另外，他向厂里上缴了5万的好处费，主要是他在办公室里和我痛哭流涕的保证，我也没忍心报警。你觉得怎么样？陶大哥，这种事情你不用和我说，自己看着考虑就行。那行，省城那边的代理经销商我交给赵斌了，他是个不错的合作伙伴。好的。对了，陶大哥，你预计新厂多久才能完成投产？最快也得半年后。就在这时，李静突然给陈浩打来了电话。陈浩，对不起。啥意思？你说清楚。这样吧，你在家里等我，我过去找你好吗？陈浩连忙打车赶到了李静家，这才看到他家里竟然一片狼藉。这是怎么了？陈浩，对不起。你别哭啊，到底怎么回事呀？我爸被人骗了，有5、6个外地人来把家里之前的东西都搬光了，还说要卖我们的房子。原来李父竟被诱骗去了高额赌局，在迷迷糊糊中欠下巨额赌债。为了还债，他甚至挪用了网吧公款。真的对不起，我爸他也是没有办法了。你让我妈去网吧上班，还给了他那么高的工资，结果我爸却做出来这种事，几万块钱我们根本还不起啊！陈浩肯定气坏了，怎么办？有了，陈浩，我还是第一次，要不然你要了我吧？你胡思乱想什么呢？我说的是真的，而且前2天我爸魂不守舍的去工作，把手指都弄伤了，现在还在医院没法工作，就更没钱还你了。罢了，钱的事以后再说，先去看看你父亲吧。叔叔，你的手怎么样了？好多了，不过这根手指大概是不行了，弄不好连工作也不保了。你现在还想着工作，家都让人家搬空了，现在还欠人家陈浩那么多钱。别想这么多，叔叔阿姨还是先安心养病吧。陈浩，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要是我看好存折，静静他爸也没机会把钱取出来。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把钱还给你的。那些人是什么人？还欠多少钱？还欠10万。那几个人是镇里的混子为首的，叫黑子，年轻时游手好闲，后来才来厂里上班的。小黑是吧？你先在医院里陪叔叔看病，网吧那边我会重新雇个人代替你的工作，总是让张明一个人看他也忙不过来。大龙，镇里的小黑你知道吗？知道啊，这家伙老赖了，他是不是惹到你了？我帮你收拾他。他设计害了我同学父亲，你能不能想办法见见他？他手里有李父的欠条得拿回来。这没问题啊，他最近开了个赌场，还经常耍诈出老千，你确定要和他玩吗？就怕他不出老千。对了，赌场逮到人出老千一般怎么办？剁手。咱们今天就去剁他的手。大龙，你怎么来了？我带我兄弟来玩玩，下注有封顶吗？最大可以下多少？一局最多1000。
这也太少了吧，一点都不过瘾。5000如何？太大了，要不3000怎么样？陈浩无所谓的点了点头，但几局下来，小黑竟然开始连连输钱。这人怎么运气这么好？不行，必须得想办法翻本。咱们这次改1万怎么样？随便啊，只要你有钱就行。我小黑怎么可能赖账？发牌吧。于是牌局又继续了。小黑兴奋地拿起牌来看，发现竟然又是倒霉的是小牌。不行，绝不能再继续纯靠运气了。于是小黑竟偷偷开始出老千换牌。通杀，小兄弟不好意思啊，你这把运气似乎不太好，掏钱吧。好像有些不太对啊，我手里也是3张 A， 我记得一副牌里最多4张 A 吧，怎么变6张了？此话一出，众人都惊呆了。我靠，小黑你出老千了吧？怪不得老子每次来玩都输钱。谁出老千了？小子是不是你耍赖？不玩了，不玩了。有意思，那你这把牌怎么算啊？这牌不对，自然就不算了。怎么不行吗？陈浩没有多言，只是轻轻一搓，竟将牌瞬间捏成了粉末。不守规矩也就罢了，竟然还想耍赖不认账，你想跟这牌一样吗？1万行了吧？你想得美，出老千可是要剁手的。剁手？你们太过分了！我都拿钱出来了，你们到底想怎么解决？很简单，你骗了我同学的父亲，吃了多少钱都给我吐出来。什么叫骗？那是他心甘情愿。老子懒得跟你废话，大龙找个小兄弟把他2条腿都给我打折了。放心，医药费我给你全报销，粉碎性骨折才赔几个钱啊？等等，我把钱拿出来还不行吗？说着，小黑直接拿出了5万块和欠条，并当着陈浩的面就撕碎了欠条。这还差不多，以后别让我逮着你骗人。拿到钱以后，陈浩直接来到了李静家。这钱是我从小黑那里要过来的。他怎么可能会给你钱？我听我爸说这个小黑很爱的。这你就别管了，不过你放心，他不敢再来闹事了。把钱给你妈也和你爸说声，让他好好养病。我知道了，谢谢你陈浩。客气什么，我先走了。等等陈浩，我这算是被强吻了吗？下午，小马哥突然给陈浩打来了电话。陈浩，企鹅秀已经开始测试了，下一步你有什么计划？我过几天给你传几种新潮衣服设计，加载到企鹅秀服饰里，有免费真人版和收费卡通版，再做个能上传照片切换服饰的功能。你这是打算推出服饰品牌吗？被你说对了。那这对企鹅公司有什么好处？第一，服饰公司给企鹅股份，你们只管宣传拿分红。第二，品牌做起来会有企业送广告费。第三，能打响企鹅名气。居然还能打响名气！虽然现在的华夏网民还不足2000万，但我怎么却看到了10起1用户的未来？陈浩，你太牛了，我都听你的。紧接着，陈浩就马上给张瑶打电话。服装设计进度怎么样了？马上就要合作了。我还以为你诓我呢，都这么久没消息。怎么可能？主要我这边忙，企鹅公司也要做技术调测。你总共设计了几套衣服啊？30-40套吧。真的假的？你不会是糊弄我吧？这么短时间就设计了30-40套出来？我这里还有之前的设计，拿出来修改了些。你什么时候过来？这周6吧。对了，你问问赵朝辉，看他有没有兴趣一起弄个公司。没问题。周6，陈浩直接来到了省城。张姐、赵哥，我的初步想法是企鹅公司提供流量和技术，占30%股份，你们觉得怎么样？单纯提供用户流量导入和技术就占30%，会不会太多了？多嘛，企鹅有700多万注册用户，推出企鹅秀后，用户打开聊天窗口就能看到咱们的展台。那我们就纯靠企鹅公司给我们分成吗？不完全是，用户可以虚拟购买企鹅拿7成，咱们拿3成，但咱们也可以做限时版衣服，用户通过企鹅下单，咱们生产邮寄。竟然还能这样做生意？那当然，不过现在收款是个问题，得让企鹅做个类似支付宝的软件，或者让移动、联通代收。我现在信心满满啊，公司必须马上开起来。咱们得分工合作，张瑶负责服装款式的设计，赵哥我人不在省城，所以具体管理方面还要你负责。10%的股份你觉得怎么样？10%会不会太多了？你可是总经理，有钱你干起来也有劲势不是？那我就不客气了。张姐，这样算下来还有60%的股份，我们各持30%怎么样？太多了，我只是设计了一下，给我10%就够了。陈浩，其实这公司说白了就是你的，我和张瑶2人拿的股份太多，心里也不安啊。那我就不客气了，那咱们的名字就叫东堂服饰吧。衣服找谁做也是个问题，有了，可以找师服饰集团的柳传志合作啊。第2天，陈浩就来到了柳氏集团，却被保安拦了下来。你有预约吗？别以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找我们董事长。我是找柳传志谈业务的，你能做得住吗？这时，柳氏集团的董事长秘书熊浩正好走了出来。你谁啊？谁准你直呼我们董事长大名的？
有没有点礼貌啊？抱歉，不过我有业务要找他合作，麻烦你。刘总很忙的，你要是有事直接和我说也一样。你要是不说的话，那就算了。毕竟咱们刘总时间宝贵，可没空见你这样的学生。有没有空见我？这得柳传志决定才行吧？我的决定就是刘总的决定。你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一个学生都看不住。小朋友，你还是赶紧走吧。你不过就是个秘书而已，难道还能替柳传志做主？我不行，难道你行？真是个笑话！保安还不快点将他撵走！这时，柳传志的保镖兼司机阿德突然出现，认出了陈浩。陈先生，您怎么在这里？快请进。阿德啊，我可不敢进你们公司。你们的这个秘书说了，刘总没空见我。既然不欢迎，那我还是走吧。这怎么可能啊！您可是小姐的救命恩人，刘总上次就和我说过了，只要是您来找他，不论他在做什么，必须第一时间通知他。熊秘书，这到底怎么回事？完了，我这是招惹到了什么大人物？对不起，陈先生，刚才的事情其实是个误会。哪里误会了？我记得某人亲口说的，他的决定就是刘总的决定。对了，你刚才不是还让保安撵我出去吗？难道这个事也是误会？放肆！熊浩，你不过就是刘总的秘书罢了，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还敢撵陈先生出去？我看你这个秘书是不想做了吧？对不起，陈先生，请您给我个机会。闭嘴！熊浩，你就等着卷铺盖滚蛋走人吧。陈先生，对不起，刚才的事都是这个熊浩私自的行为，绝不是刘总的意思。陈先生，咱们上楼吧，我去喊刘总。那就麻烦你了，阿德。很快，柳传志得知消息后，就匆匆结束会议赶了过来。陈浩，对不起啊，你放心，那个熊浩已经被我打发掉了，我保证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没事，珊珊恢复的怎么样了？我正好过来看看她复诊一下。珊珊恢复的很好，走路一点也看不出来，就是她总觉得还是有点不舒服，我这就让她过来一趟。随后，柳传志直接给柳珊珊发了条短信：刘总，其实我这次过来想和你谈点生意，就是想让你们公司帮我们做代工。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的公司规模有多大？营业额有多少？我们集团的确可以给你做代工，但如果订单小的话，恐怕这个生意就不是很好做了。我们公司负责出款式设计，你帮我们生产就行了。前期订单肯定少，但后期订单应该会逐渐升上来。珊珊，你为什么不跟我吃晚饭？你这么着急，到底有什么事？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就因为我是你的男朋友，所以你得告诉我。韩信，你可别乱说，谁答应做你女朋友了？你现在不答应，但你总有一天会答应的。韩信家庭条件一般，唯一异于常人的就是家族世代习武，省城唯一的一家武馆就是他家开的。学习的并非是后世人所熟悉的跆拳道、散打馆之类的那种花架子，而是真正的搏击术。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和你不合适，这辈子也不会成为男女朋友。哪里不合适了？你说出来，我可以改啊。改不了，我和你就是性格不合。还有，我现在要去见我男朋友了，麻烦请你自重。闻言，韩星如遭雷击，柳珊珊便趁机摆脱了韩星，直接来到了柳氏集团。陈浩，你来了。柳珊珊同学你好。陈浩、珊珊，你俩聊吧，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一步。我这个爷爷真是善解人意啊，这就叫创造机会。陈浩，你岁数比我还小，应该叫我学姐才对。叫学姐就叫学姐呗，来，坐过来点，坐近点。柳珊珊迟疑了一下，羞红着脸就紧贴在了陈浩身边。你干嘛？不是你让我坐过来的吗？我的意思是你坐过来点，把手伸过来，我好给你复诊把脉。原来陈浩是这个意思啊。学姐，你很紧张吗？你的脉搏跳得好快。糟糕，被发现了。不过学姐你恢复的挺好，不会留后遗症的。那就好，要不我请你吃饭吧。也行，不过吃完我就要回华强市了。随后柳珊珊就将陈浩带到了火锅店中，殊不知身后竟然跟着恶毒的韩星。这个男生肯定就是柳珊珊的男朋友了，难怪不管我怎么追求柳珊珊，他都丝毫不动心。不行，我一定要让这个男的滚远点。便把自己的师兄吴东喊了过来。师兄，帮我教训这个臭小子，这关系到我以后的终身幸福啊！交给我就行，我可是练武的，放心吧。吃完饭后，陈浩将柳珊珊送回家，然后故意溜达到了一条巷子里。出来吧，都跟了一路了。难道这小子发现我了？不可能啊！不管了，正好这也是动手的好时机。想到这，吴东帅先使出了一记扫堂腿，却被陈浩一脚踢得滚出了附近。这怎么可能？你是那家高手？你是谁？为什么跟着我？谁跟着你了？我只不过是顺路而已。睁着眼睛说瞎话有意思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不说？
出卖韩信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没有韩信父亲当年对我的救助，我怕是早就死了。所以我打死都不能说。见吴东不说话，陈浩直接拍了拍吴东的胳膊，下一秒，吴东竟感觉整只手都没了知觉。你对我做了什么？一点教训而已，你自己好自为之吧。等收到消息的韩星赶来时，吴东真的是瘫在地上动都动不了。师兄你怎么了？脚骨好像骨折了，我的手也动不了了。什么？那小子居然这么厉害，连你都打不过？是个内家高手，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韩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事情应该瞒不过师傅了。是我大意轻敌害了你，对不起师兄。其实我的伤势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现在比较担心你，万一他打击到你我之间的关系，那接下来你就麻烦大了。惹上一个内家高手，他的报复我压根就承受不了，怎么办啊师兄？要不你去找他道歉吧。开什么玩笑，我才不去。算了师兄，我先带你去医院看看吧。两人很快就到了医院，结果一番检查后，医生比他俩都还震惊。你这脚是怎么了？5根脚趾都全骨折了，我还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被石头砸到了。医生给他接骨包扎好后，韩星的父亲韩宇也赶了过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了韩星一耳光。因为争风吃醋这样的小事，你就敢招惹到一个内家高手，是不是不想活了？爸，我之前也不知道，连对方底细都不清楚就敢贸然招惹，犯了那个陈浩多大？大概只有16、17左右吧。这么小，那估计也不是特别凶的高手。你的手应该最多休养2天就没事了。以后你们俩都给我少招惹点是非。然而2天后，吴东的胳膊却依旧没有任何感觉。吴东，我用针扎你都没有感觉吗？没有。看来这陈浩一定是内家高手无疑了。我们只有找到他才能治好吴东的手啊。2天后，陈浩刚和父母一起将新网吧的装修弄好，柳珊珊突然打来了电话。陈浩，你认识韩星吗？今天他突然找我要你的电话，说有重要的事找你。难道是跟那天跟踪我的人有关？你把他电话给我，我问问看。足足过了5天后，陈浩才不慌不忙地给韩宇打去了电话。终于来电话了，要是对方一直不联系，吴东的手就废了呀。陈前辈您好，我是韩鑫的父亲韩宇，您上次封住我徒儿吴东的经脉，他胳膊至今不能动，我想带他向您赔罪，恳请您解开禁制。现在知道错了，当初问他为什么跟踪我，他可一句话都不说。对不起陈前辈，这一切其实都是我儿子韩鑫弄出来的。他看到您跟柳珊珊在吃饭，以为您是她男朋友，嫉妒之下这才闹了个笑话。不是吧，我这算不算是躺枪啊？难怪我在省城没有得罪谁，就有人莫名其妙的跟踪我。我现在人不在省城，过几天我再给你打电话，到时候你再领着吴东过来吧。太感谢您了。挂断电话后，韩星便迫不及待问道：爸，这陈浩没大没小的东西，陈前辈的名字也是你可以直呼的吗？技不如人，还对人不恭敬，你这种行为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傻瓜。与此同时，陈浩的新网吧也火爆了起来。陈浩自己想玩，竟然都找不到一台空电脑。早知道就给自己装一台专属电脑的。这里居然可以换衣服，秀秀你看见了没有？你看看你那里有没有啊？你还别说，这里面的衣服样式还挺新颖的。我的天，居然可以实际购买，为了合身还能上传自己的照片来试穿，好神奇呀！我前2天正好拍了一张全身照，不过这怎么上传上去啊？看来我的步子迈的似乎有点大了，现在还没有网络摄像头，根本实现不了将照片上传到企鹅秀上试穿衣服的效果。意识到问题后，陈浩回家立刻拨通了小马哥电话。陈浩，我正想跟你说，企鹅软件更新版本了，你有没有试试啊？我看到了，不过小马哥你得让公司技术人员讲述一下将照片上传到网络的步骤，越详细越好。其实不复杂啊，直接用数码相机拍照之后的照片，拷贝到电脑里，然后上传就行了。数码相机现在这么贵，普通人根本不会去买的，这样我马上请一些模特把衣服的效果穿出来。陈浩，你这个想法可真是绝了。挂断电话后，陈浩立马联系了张总。张姐，你和柳氏集团已经签约了吧？签约了，但我和朝晖有些拿不定主意，公司里的这些样板到底先做多少套出来？每套5000件。这么多？不算多，你赶紧把衣服整理好，接下来咱们要抓紧时间请模特拍照了。柳珊珊那里应该有资源。于是收到消息的柳珊珊连忙联系了自己的同学。什么？业余当模特？我肯定是有这个身材的。不过你说的那公司行吗？陈浩不过就是个10几岁的学生，怕是一点都不靠谱吧？就是10几岁的小屁孩开的公司，肯定是皮包公司。谁说陈浩开的是皮包公司了？他开的是正规公司，还有跟柳氏集团合作。我咋感觉是骗人的呢？你们怎么就不信呢？莎莎，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我怎么可能会骗你呢？我去，没想到还真有傻子，小心被骗的裤衩都不剩。吴文丽没说话，她是单亲家庭，只要有任何挣钱的希望，她都会试试。很快2人就到了火车站。
刚出火车就看到你们，来得挺早啊。我们也才刚到，不过对不起啊，陈浩，只有他一个人愿意来。他是我同学，叫吴文丽。没关系，有一个就够了。吴文丽，谢谢你愿意相信我。另外，你有什么梦想吗？没什么梦想，就是想找到份好工作，多赚点钱，让我妈能过上好日子。2种模式的薪资，第一种按套数算，拍一套100，拍完就给；第二种是签约，按月发工资，暂时1个月300块，有拍摄需求你就来，我们会避开你的上学时间。我选第二种。你确定吗？一旦签了合同，就是10年的合约。我确定。这么快就在短期利益跟长久稳定中做出了选择，这女孩眼光不错。随后3人来到了摄影室，赵朝晖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各项工作。赵哥，我打算将吴文丽招为我们东堂服饰的代言人。张姐设计的衣服风格年轻化，她应该很适合。差不多，吴文丽的形象很不错，和张瑶设计的风格应该很搭。张姐，这是我给咱们公司找来的代言人。赵哥，你去拟合同，签约时间为10年。吴文丽的工资暂时1个月300，代言费前3年每年10万，肖像权一半属于公司。丽丽，你看大概先这样行吗？行啊，居然还有这么高的代言费，我今天是做梦还没睡醒吧？由于衣服太多，当天吴文丽一直拍到深夜才回了宿舍。此时室友们瞬间就露出了嘲讽的笑容。丽丽怎么个情况啊？我们一直都没睡，等你回来呢，就是担心你被人骗了。放心吧，没被骗，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告诉你们，我被签约了，每个月工资300呢。才300，这也太少了吧？还可以吧，而且还是在不打扰我学业的情况下，就算每个星期都有事，我1个月才上8天班啊，挺不错了。300的代言费一签还是10年，换成是我可不会签这么廉价的合同，这还不是一个骗局吗？吴文丽，你脑壳真是秀逗了吧？300块钱那是工资而已，后面还有代言费，每年10万呢。是10万。气死我了！他吴文丽凭什么这么高工资？有我长得好看吗？有我身材好吗？这东堂服饰的老板是不是眼睛瞎？莎莎，柳珊珊也太不够意思了吧！这种好事竟然都不告诉你，亏得这柳珊珊之前还说和你是好朋友呢。之前不是和你说过了吗？是你自己怀疑认为是骗局的好不好？那还不是因为柳珊珊她没有说清楚吗？她如果说不是招模特，而是给公司选代言人，那咱们能不去看看吗？通过这件事，我算是看清楚了柳珊珊了。幸亏平时柳珊珊住家里不在宿舍，否则她极有可能气得扇她一巴掌。第二天，赵朝晖竟一直兴奋地盯着电脑，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怎么样啊？有人下订单了吗？还没有，等等，有人下单了。在他说话的同时，订单数据从1又连续跳了几下，变成了18，速度这么快。现在正是上网高峰期，接下来还会大涨呢。果然，仅半个小时，订单数据竟从18增长到了378。哪怕是在咱们省城中心最繁华的商场里面，也没有一个商家能卖这么多啊！你们别忘了，企鹅用户面对的是整个华夏国的用户，咱们东堂服饰公司每天订单至少要在几千件左右，才算是个合格的数字。几千件？不可能吧？订单到500件了，看来今天说不定真的有望上1000件啊！别兴奋了，赶紧安排人发货吧。对了，质量方面一定要严格把关，咱们公司第一次亮相，不能有任何疏漏。是。安排完公司事情后，陈浩直接来医院找到了吴东。你就是韩宇？对，你是陈前辈吗？叫我名字就行。这怎么能行？打者为师，虽然您年轻，但您已经到达那家高手的境界了。我称呼您一声前辈，那也是理所应当的。随便你吧。随后，陈浩直接为吴东解开了禁制。我的手竟然能动了，果然是高手啊！没什么事，那我就先走了，以后少欺负别人。等等，陈前辈，3个月后的交流大会您会来吗？什么交流大会？难道您不知道交流大会就是私下里一些内门高手以及更为厉害的修道者们来彼此分享一下经验心得，或者是相互交换一些东西？你说的这个修道者们是什么人？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每年都会举行一次，有一小部分人被那家高手称为是修道者，但我看他们也就那样，会不会就是过去的那些道士们啊？不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我都是独自一人埋头苦修。要是能找到另一个修真者，交流，或许也不错。这个交流大会在哪里举办？我现在也不清楚，举办地点不是固定的，而是每年都在更换。在举办前的半个月，主办方会通知的。还有主办方？那以前的主办方都是什么人？大多数都是一些比较有名气的世家，像是江南省的赵家、华北方家等等。大多数都是习武，有开设武馆的，也有做生意的。那你所说的修道者每年都会去吗？这个就不一定了，我也就见过2次，有那么一小波人只是逗留了1天就走了。那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吧，我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和你一起过去看看。好。忙完回到华强室后，小马哥竟给陈浩打来了电话。你说的那个支付通网站，我开发完成了，在支付便利的情况下，
东堂服饰的订单竟然暴增至6000件了，陈浩你真神了！支付通才是将来让企鹅公司腾飞做大做强的终极武器。小马哥接下来的维护与更新可不能懈怠啊！很快就到了暑假，韩宇来电告知修真交流大会将在峨眉山举行，陈浩便坐火车来到了省城。刚下站，他就发现不远处竟然开了家东堂服饰的实体店。亲爱的，你看这条裙子怎么样？漂亮吗？我觉得不错，不过好像大了点。老板你好，这裙子有小号吗？等下我让人给你们查。然而几分钟过去了，导购员连动都没有动一下。还要等多久啊？急什么啊？来来回回试半天了，反正你们又不买，多等一会怎么了？我们不买衣服来这里干嘛？难道买衣服不能试吗？试了以后不合适难道也得买吗？我们买衣服总得买合适的吧，多试几次怎么了？你们试衣服没关系，但是你们总是不买，还要别人随时服务你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原来是嫌人家试穿不买，故意谋策啊！你的工作就是给顾客服务，人家又没提什么过分的要求，怎么就过分了？你是什么人？和你有什么关系啊？这时店长听到争执，连忙走过来。发生什么事了？行了行了，我现在去找，行了吧？就你这态度，白送我也不要了，咱们走。不要就不要，好几10块钱的衣服白送你，真是想够美的。怎么回事？这两人来店里1个多小时，试了7、8次衣服了也不买，他们要小号裙子，我说等一下，他们就不乐意了，气死我了。原来是这样啊，那不用管他们。等等，作为店长，你觉得你的店员做的对吗？你是来找事的吧？你是谁啊你？我是谁不重要，还有我现在没有和你说话，你最好不要乱插话。你作为店长竟然不批评你手下员工的工作态度，你根本不适合当这个店长。我适不适合当店长和你这个学生有什么关系？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们被开除了。神经病吧你！陈浩没说话，直接给赵朝辉打了个电话。没多久赵朝辉就来了。陈浩你怎么在这里？这就是你招聘来的店长和店员吗？开除他们吧。就这事啊，还不快滚！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老板要开除你，那肯定是你的工作没有到位，这还需要问为什么吗？什么？完了，一切都完了呀！陈浩懒得再搭理他，直接看向了那对情侣。对不起两位，为了表达歉意，您可以在我们旗舰店任意挑选2件衣服，另外以后只要你们来买衣服都可以获得7折的优惠。太谢谢你了。对了，赵经理以后要做好员工培训，如果有店员态度不礼貌，一律开除。处理完店内风波后，陈浩跟韩宇一起坐上了飞机，准备去参加交流会。就在这时，他们竟偶遇了习武界的前辈楚老。陈前辈，我跟您介绍下，这位是楚老，是咱们习武者中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小韩，你叫他什么？陈前辈啊，这位陈前辈可是内家高手。他才10几岁吧？这怎么可能？一定是小韩在这里胡扯。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楚老不动声色地释放出了一小赌气去查探陈浩。陈浩立刻就察觉到了，但他却没有动。反正也无伤大雅，随你是吧？而楚老这时已经收回了自己的气，看样子竟然有些生气。这韩宇根本就是在胡扯，什么狗屁内家高手，连外家高手都算不上。下了飞机后，楚老没说话，便径自离开了。对不起，陈前辈，刚刚是我自作主张介绍你身份了。罢了，我也是第一次参加交流大会，不想太惹人注意。要是再遇到认识的人，你就说我是你弟子，跟你来见世面的。还有，别叫我陈前辈了，就叫我名字吧。我知道了，陈浩。随后两人直接坐车去了峨眉山。老韩，你怎么才来啊？堵车了。现在这是啥情况？怎么这么多人在这里？别提了，我们都等1下午了。这峨眉派的人架子也太大了，我参加好几次交流大会，头一回被晾在门口等这么久。算了，峨眉派是老牌门派，架子大也正常，怪就怪咱们自己没本事。可这交流大会不就是让咱习武者互相帮助的吗？结果那些内家高手一个比一个装逼。对了，老韩，来，借一步说话。韩宇愣了一下，但还是按照老方的要求，和他向旁边走了几步。老韩，你对修道者的事了解多少？老方的声音很低，只不过陈浩到达炼气4层境界后，耳目灵石等早就超越常人数倍了，自然能听清他的话。你又见到修道者了？你又见到修道者了？是的，修道者可比咱们知道的那家高手厉害多了。我今早在机场看到赵家那个50多岁的那家高手，竟然恭恭敬敬喊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为赵前辈。你确定没听错吗？绝对没听错。在武术界，辈分就代表了一个人的厉害程度，能让一个内家高手叫做前辈的，很有可能是非常厉害的高手了。随后两人一直聊到天黑，峨眉派的人却始终没露面。气死我了，这峨眉派还真是够损的，太不拿我们当回事了。这时终于来了2个峨眉派的年轻弟子。各位都是来参加交流大会的吧？请跟我来。一行人沿着山路前行，半小时后便抵达了一处古香古色的建筑。
给你们安排的客房在这里，一间房住2人，注意别乱跑。交流大会来了不少重要人物，招惹到他们后果自负。瞧这2人那德行。这时陈浩突然目不转睛地看向了一个女子，这女孩竟然是修真者，虽然只有炼气1层的修为，看来我这一趟没有白来啊。对了，不是说在这里可以交换物品吗？陈浩为了这次参加交流大会交换物品，身上便带了几张之前刻画的符咒。我是想看看别人有什么好东西，还有就是能花钱买的吗？只要你有钱当然可以，不过大部分都是只换不卖的，比如修炼功法。陈浩点点头后，便独自出门，打算修炼一番。与此同时，4公里外，赵长老和王长老正在寻找刚成型的僵尸。王长老，你确定峨眉山附近有刚成型的僵尸吗？确定，这里有处阴煞地，月圆之夜僵尸定会出来捕食。我发现他后第一时间就通知您了。你做得很对，一旦这种僵尸出现在世人面前，肯定会引起一番动荡的。我们异能管理局接到你的消息后，局长立刻就派我赶来了。放心吧，我带了飞师傅，收拾他绝对没问题。突然，赵长老率先发现了正在升级的僵尸，王长老顿时紧张的不行，以他炼气2层的修为，根本不是对手。赵长老，这只僵尸好像马上就要升级变成青铜僵尸了，怎么办？早知这玩意这么厉害，我就让贺长老多给我几张符咒了。不过即便他多要，贺长老都不会给，因为符咒炼制起来极为困难，1年半载也炼不出来几张。行了，趁他病要他命。然而就在2人接近时，赵长老却被碰到了石头，声音响起的一刹那，僵尸瞬间就化了。完了，我压根就打不过这僵尸，要是这家伙的指甲划到我，尸毒瞬间就会蔓延我全身了。匆忙间，王长老连忙拿出手枪，不断砍向僵尸，不一会功夫，僵尸招架不住就逃跑了。快追，不能让他跑了！如此响亮的声音，瞬间惊醒了修炼中的陈浩。此时僵尸正好奔逃而来，僵尸不知死活的玩意！陈浩毫不犹豫甩出火球符，火焰瞬间便吞噬了僵尸。仅仅3秒，僵尸就变成了一块黑乎乎的焦炭，躺在地上一动不动。阁下，您的火球符竟然如此厉害，请问您是隶属哪个门派？阁下，您的火球符竟然如此厉害，请问您是隶属哪个门派？丹符门下的。丹符门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丹符门是我自己随意编的，应该没穿帮吧？请问阁下的师傅名讳是什么？还有你刚才使用的火球符是你门派长辈教给你的吗？我师傅的名字说出来你们也不知道，至于火球符是我自己炼制的，有问题吗？此言一出，2位长老都震惊了。要知道符咒炼制涉及失传的法阵传承，在当今修真界唯有顶尖高手方能掌握。鄙人赵山，任异能管理局长老一职。这位是峨眉派的王一山，请问前辈尊姓大名？又是一个叫前辈的，难道我的修为远在他们2家伙之上？赵长老，你刚才说的异能管理局是什么？陈前辈，异能管理局是官方机构，负责与修真者打交道，维护修真界和世俗界的秩序。在很久以前，赵长老，你我萍水相逢，没必要解释这么多。对了，王长老，你们这峨眉山也算是洞天福地之一了，怎么还会诞生这种邪物？陈前辈，其实僵尸这种邪物诞生最多的地方，还真就是在所谓的洞天福地之中，因为背面总有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反而会助长阴煞地中诞生邪物。这样啊，那你们先忙，我先走了。陈前辈请留步，能否将您的联系方式给我留一个做登记？你放心，不会对您有任何约束、干涉、限制的。你这是把我当犯人了？不是，绝对不是，只是我们担心一些修真者会干扰到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必须要小心谨慎地对待。尽管心存芥蒂，陈浩最终还是留下了联系方式。第2天，陈浩等人在食堂打饭时，竟遭遇了2个赵家子弟在插队。不会排队吗？你是在说我吗？别说话，这2个可是赵家的人，他们家有个内家高手在这里，咱们都惹不起的。谢谢你的提醒了。不过，难道你家长辈没有告诉过你，做事情要讲究先来后到吗？好大的胆子，小伙子还是太年轻气盛了啊！连赵家的人也敢忍，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小子，你好大的胆子啊！你家长辈是谁？让他出来，我倒要看看你家长辈在我面前还敢不敢说这样的话。老方看到这一幕，连忙跑过来赔罪。赵兄弟息怒，别生气，我这失职不懂事，第一次来参加交流大会，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和孩子一般见识嘛。陈浩还不快道歉？谁他妈是你兄弟了？少在这里给我套近乎！我老方叔称呼你一声兄弟，那是看得起你，你以为谁都要和你套近乎？小子，我看你是找死！赵天被激怒，抬手欲打陈浩，却反被陈浩扇了2巴掌，还被点穴定在了原地。小子，你对我做了什么？你快点给我解开，要不然我赵家长辈来了，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闭嘴吧，笨蛋！这个年轻人是那家高手，他用气封住了你的经络。罢了，我去找赵强长老过来，让他帮忙解开你吧。眼下你只能是暂时先在这里站着了。这时老方也连忙将陈浩拉到了一边。小陈，不，陈前辈对不起啊。有什么对不起的？老方叔，你怎么忽然间变得这么客气了？老方叔，你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客气了？之前有所不知，您的实力对您不是很礼貌，您千万别放在心上啊。老方，你就和我一样，直接叫陈浩名字吧。之前不好意思啊，没告诉你事情真相。这句话等于直接默认了陈浩那家高手的身份。就在此时，赵强与楚老等人气势汹汹地来到了食堂。赵长老，快救我！刚才那个小子是谁？给我出来！赵长老就是那个小兔崽子。是那天机场上碰到的小子，他怎么可能是高手？难道是韩宇出手教训了赵天？那就更不可能了。老楚，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丢人现眼的弟子身上的禁制解开吧。老赵，你太客气了。然而楚老接连尝试了2次，竟都没能解开赵天身上的禁制。我解不开。什么？这怎么可能？难道封住赵天经脉的人功夫比你还高？不可能，这个韩宇才晋升到那家高手。在我看来，韩宇在赵天身上下的禁制，应该是属于他独创的方法。我们由于不清楚，所以才解不开。楚老，赵长老，那个韩宇我认识，不是他，而是他身旁那个10几岁的少年。什么？陈浩，你给我过来！你有事？你觉得呢？赵天的事你怎么说？咎由自取。赵天先对我动手的，我只是给他点小教训。你算什么东西？敢教训我们赵家的人？识相的赶紧把赵天解开，然后乖乖的认错道歉，要不然别怪老夫不客气了。人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陈浩，别争这口气了。赵强的功夫高深，你不是他的对手，可别因为一时之气给自己招来祸端啊。是啊，赵家的实力深厚，赵强又是多年前就晋升那家高手境界了，一身功力深不可测，没必要为自己招惹这么强的一个仇家。赵长老，你家子弟先动手，那就要做好被别人教训的准备，懂吗？好大的口气啊！老子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你！赵强说着准备拳袭来，却没想到陈浩竟轻松将其制住，随后就如同赵天一般被下了禁制，动弹不得。你也和赵天一样，在这里站到交流大会结束吧。这小子竟然敢如此羞辱我，我定然饶不过他。连陈浩一招都接不下来，拿什么饶不过人家？此时楚老尝试了一番，却还是解不开禁制。对不起啊，老赵，我也是无能为力啊。老楚，这次我本家的赵一山赵长老也来了，你能不能帮我请到赵长老过来？只要他出手，就一定能解开我身上的禁制。赵一山长老，这个人很厉害吗？废话，他可是修道者，比那家高手还要厉害数倍的人。赵长老，那这个陈浩会不会就是修道者？不可能，他才10几岁，太年轻了。算了，先不管他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找到赵一山长老，看能不能求他出手解开我的禁制。那我去问问，不过去问谁呢？峨眉派的王山长老，你知道吧？他肯定知道赵一山长老在哪。那我现在就去找他。站住！我之前说过，让你在食堂里面一直站到交流大会结束，你是没有听见吗？陈浩，你不要欺人太甚了。在你刚才动手之前，我就已经说了，先动手就要做好被别人教训的准备。是你自己技不如人，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溜，跑快点！赵天二叔连忙使出了这辈子最快的速度，带着赵强回到了房间。吓死人宝宝了！赵强被背回房间后，赵一山长老很快也被找来了。赵长老，我被一个小辈暗算了，他用气封住我，不让我动也就罢了，竟还口出狂言，让我一直站在食堂中，一直到交流大会结束。这么嚣张，那个小辈叫什么？陈浩。什么？如果真是他给你下的禁制，那我肯定是解不开的，你还是自己去找他吧。这怎么可能？赵长老，您就帮帮我。我真没办法，我还有事就先走了。开什么国际玩笑？陈浩可是能炼制符咒的高手，他这种境界的高手我可得罪不起，更何况我确实也解不开他这禁制。赵一山离开后，赵强和楚老等人都惊呆了。赵老都没办法，看来陈浩的实力远比你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啊！看来也只能去求陈浩了。不过想必这禁制最多维持5天，拖上5天就能自动解开的吧？那如果5天后你身上的禁制没有解开怎么办？算了，赶紧背我出去找那个陈浩道歉吧。可是赵长老，那个陈浩好像去听交流大会了，那里那么多人，要不然还是我去帮你把他给找过来吧。那你还不快去？此时此刻，他们完全忘记了食堂里还站着一个人。有人吗？二叔，你怎么还不抱我回家？与此同时，交流大会的现场上已经人满为患，主讲人却迟迟没有到来。
怎么还没有人上台来讲授心得经验啊？不太清楚，按道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起来了，今天负责主讲的人好像就是赵强。那不会换人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峨眉派应该会调整。这时苗长老终于上台了。苗长老是成名许久的那家高手，口碑很好。不过上次交流大会没有见到他，据说是闭关修行了。没想到今年竟然过来了。正好趁此机会看看我和其他人的区别在哪，说不定会获得一些触类旁通的灵感。外门武者想要晋升成为内门武者，最重要的就是气，拥有更强的爆发力。就这，难道交流大会上就只讲这么简单的常识？看来我白来了，还不如自己修炼呢。这年轻人表情竟如此古怪，看来肯定是我讲的东西让他震惊了。此时赵二终于找到了陈浩。陈前辈，我家赵强长老知道错了，愿意向您道歉，您能不能出手解开他的禁制？那他为什么不亲自来？你们赵家这种道歉的方法还真是别开生面啊！因为赵强长老他行动不便啊。我先前就说过，只要赵强和赵天站到交流大会结束就行，可你却背走了。罢了，我也不跟你计较了。现在重新把他背回去站5天吧，否则这辈子都别想动了。赵二无奈只能将陈浩的话带了回去。赵强瞬间就气得不行，混蛋竟然敢这样羞辱我，我饶不了你！赵长老，我们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把我背回去吧。于是午饭时分，众人回到食堂用餐时，然发现赵强竟然又被背了回来。你们知道我孤单，故意回来陪我的吗？此后的交流会，陈浩都没在听，一直在修炼，直到交流大会快结束时，他才出现在交换物品的摊子前。陈浩，这么巧，你也在这啊？我看看这有没有一些修真者可以用的东西。这时赵一山身旁的女孩李莹莹忍不住好奇地问道：“你也是修真者？”莹莹，这是陈前辈陈浩，说话客气点。陈前辈，陈浩怕是还没我大吧？竟然就已经是修真高手了。赵一山也没再搭理他，突然看向了一旁的人参。赵长老，你买这东西干嘛？这东西对于修真者来说怕是没什么用吧？有个朋友身体不太好，托人找一些上了年份的人参。这怎么卖？100年野人参自然每颗都价值200万。这么贵，你怎么不去抢？100年野人参本来就值这个价，或者拿东西来换也行，比如让我可以达到那家高手境界的修炼功法。这种修炼功法谁能有？要知道，现在能助人达到那家高手境界的功法已经失传了。那就帮我改善下我的家传功法吧。这个可以，不过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先试试看吧。练武者登时大喜，伸出手就运转起了家传心法。你这情况有点复杂，太难了，恐怕是不行。没事，我早就知道这个结果了。这时，陈浩突然被人参旁边的石钥匙吸引了，拿起来一看，上面的印记竟跟陈浩在上一世获得的玉佩一模一样。不管这东西到底能开启什么，先弄到手再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是古董吗？不知道，我也是捡来的。那怎么卖？100万。你怎么不去抢啊？这把石钥匙少说也有100-200年历史，而且还是个藏着秘密的古董。这石钥匙里面有什么秘密？我要是知道的话，还会拿出来交换吗？你都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就在这里信口雌黄。你自己拿在手里就能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李莹莹接过石钥匙，确实感受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异样。陈浩，这石头好像确实有点古怪。陈浩，难道您就是教训了赵家的陈前辈？那我这石钥匙不卖了，能不能请您帮我补齐下家传修炼心法？我愿意将这石钥匙以及这几颗野人参全部送给您。那我就先谢谢你了。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你家传修炼心法的运气方式，试试能不能帮到你。练武者伸出手，虽不抱希望，但仍按要求运气。陈浩探查后稍作思忖，便开始指导。你用气经过魂门、地射等穴位后，让它向上行走，按照我现在和你说的这个路线试一下。练武者半信半疑的尝试，结果竟成功了。谢谢您，陈前辈，多谢您帮我补齐家传修炼心法，您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什么意思？你的家传修炼心法难道被补好了？你的家传修炼心法被补好了？陈浩居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这到底是什么魔鬼人物啊？前辈，这野人参我也送给您了，以后只要你有用到我的地方，我一定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太夸张了，好好修炼去吧。练武者离开后，陈浩便将野人参递给了赵一山。不，这野人参太贵重了。拿着吧，赵长老，刚刚听你说很需要。随后陈浩逛了逛后便下了山，却在飞机上意外与柳珊珊相遇了。陈浩，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怎么会在这？我放假了，没事和朋友出来一起玩。珊珊，这谁啊？你朋友吗？对的，他叫陈浩。陈浩，这是赵诗文。珊珊。赵诗文有些不太高兴，柳珊珊一愣，不明白他怎么了。你好。赵诗文却没说话，直接玩起了手机。柳珊珊顿时有点尴尬。
我刚才都说陈浩是我朋友了，这赵诗文居然还这么不给面子。先生您好，麻烦您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坐好行吗？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珊珊，那我先过去了。好。陈浩离开后，赵诗文就收起手机，不爽道：“柳珊珊，你能不能别随便把我的名字告诉别人啊？就是相互介绍一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啊。你知不知道，好多人一听到我的名字，然后就像疯狗一样不停地纠缠我，我最讨厌别人介绍我了。文文，这个你可以放心，陈浩就算知道你的身份，他肯定不会对你有想法的。知人知面不知心，男人不就都那个样？你还是太年轻了。”柳珊珊也很不爽，飞机降落后便拒绝了赵诗文的同行邀请，在等陈浩。你什么时候回华强市啊？要不要在省城待几天？我想一会儿就回。一会儿就回华强市了啊？是啊，可惜华强市没有机场，要不然我就直接飞回去了。你有什么事吗？当然有事了啊！你可答应过我要请我吃饭的。走了走了，快送我回家。回家后，柳珊珊才发现爷爷柳传志也在家。爷爷，您看这是谁？陈浩，正好我有事找您。柳传志连忙邀请陈浩进了书房。刘总是不是有什么事？不瞒你说，我还真有点事情。渐冻症你听说过吗？肌肉萎缩症吗？没错，赵家也是这样和我说的。是赵家得了这个病吗？赵家是谁？赵家是柳氏集团很重要的合作伙伴，和我关系很不错。他才40多岁，一旦离世，柳氏集团肯定会受到很大冲击。眼下东堂服饰公司还离不开柳氏集团，至少不可能将柳氏集团直接甩开，千万不能让柳氏集团有变动才行。我得见见这个人。没问题，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说这个事。与此同时，赵诗文回家后发现了母亲买的中药，这才得知父亲赵家竟然患上了渐冻症。这怎么可能？爸，我带你治病，一定能治好的。没用的，文文，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趁我现在还能走得动，多陪陪你们母女俩人。不过你也该长大了，不能再当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了。什么意思？从今年开始，你在学校学习之余，要学会和别人打交道，懂得做生意的基础。咱家的生意不是一直很好吗？就算我将来接手了，按部就班的经营下去不就行了？做生意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公司运营牵涉的事太多，需要老板有决断力、执行力，能说服众人。这时柳传志突然打来了电话。赵总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给你找了一个神医。什么？刘总，太谢谢你了。那麻烦刘总请这位医生来一趟我这里怎么样？我个人建议还是你来我这里一趟吧，毕竟我们是有求于人，对不对？刘总，你说的对。我在家里等你过来。这个医生虽然年轻，但医术很高明，千万别因为他年纪轻就小瞧他。挂断电话后，赵家一家人就匆匆忙忙地赶到了柳家来。赵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给你推荐的神医，他叫陈浩。一听陈浩是神医，众人露出震惊与怀疑的神色。你会治病？会一些吧。会一些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啊，陈浩，我女儿还小不懂事。赵总，你先坐下来，我先给你把个脉看看情况。陈浩把脉后，突然陷入了沉思。你到底行不行？有没有把握啊？如果不行，你就直接说。能不能治好你父亲的病，我也不敢打包票。你要觉得我不行的话，要不你来。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态度怎么了？有问题吗？你们可以找别人去看病啊，干嘛来找我？你。这时，赵一山突然给陈浩打来了电话。陈浩，你现在在哪里？火球符你还有没有？宁省那边遇到个成型山魈了，这东西最怕火球符，你能帮帮忙吗？成型山魈行动敏捷，虽然火球符是其克星，但现在我身上也只剩一张了。陈浩，这成型山魈比峨眉山上的僵尸危害大得多，一旦让大众知晓，后果不堪设想啊！我可以帮你这个忙，不过我得先回华强市拿点东西才行，时间上还能不能来得及？太好了，交通工具我来安排。你现在在哪？我让人去接你。在省城新华大街别墅区这边。你就在那里别动，电话随时保持通畅，我马上派人过去。不好意思，我有点急事，马上就要走了。你站住！文文，控制下你脾气。不好意思啊，陈浩，谢谢你帮我看病。此时赵家以为陈浩也没有办法，也都懒得问了。在他看来，今天就是在浪费时间。那我也先走了。等一下啊，赵总，怎么连有没有办法治疗都不问一声？算了，不用问，我也知道结果。你糊涂啊，陈浩，你看赵总这病，佛度有缘人，医治不死病，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能怎么办？赵家一愣，陈浩这话好像是在说他有办法。我确实有些办法，不过我现在有点事要做，这个回头再说吧。装模作样。
这时，别墅外竟然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这里可是市区，属于航空管制区域的，怎么会有直升飞机？爸，快看，是军用直升飞机！陈浩向空中的直升飞机招了招手。笑死人了，一看就是没见过直升飞机吧？你是不是还以为冲着直升飞机招手，人家就会降落下来呢？真是个250。文文，别乱说话，小伙子，这军用直升飞机应该是执行任务来的，你别乱冲着直升飞机招手，小心引起误会就麻烦了。话音未落，直升飞机竟缓缓降落在别墅附近。竟然真要来找我们了，陈浩，你自己惹的麻烦自己解决，小心把你抓起来关上几天。他们确实是来找我的，你快和他们好好解释一下，你刚才招手不是故意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不是来找我麻烦，而是来接我的。我刚才不是说有人来接我吗？话音未落，飞机上的士兵已经跑过来。陈先生，我是奉命来接您的，时间紧迫，请您跟我上飞机走吧。此话一出，赵诗文、赵家、赵母三人立刻被震惊得目瞪口呆。这士兵居然不是过来找麻烦的，而是来请陈浩的。那我就先走了。见陈浩被军用直升机接走，赵家这才意识到陈浩身份不凡，还真有可能治好他的病。你这回总算知道我之前不是骗你的了吧？今天真是我看走眼失礼了，都怪我。等陈浩回来，我一定亲自赔罪。另一边，陈浩飞回家中取了3张符咒后，便与赵一山会合在了飞机上。陈浩，火球符你还有吧？宁省那边的成行山萧贺长老他们已经困住，只要有几张火球符就能消灭掉他。这几张够吗？足够了，3张火球符同时使用，足够将这山魈消灭掉。1张火球符都千金难得，没想到陈浩竟然能随随便便就摸出来好几张。飞机很快降落在了一座山上。陈浩，这位林家是我们异能管理局中的工作人员。对了，林家情况怎么样了？贺长老他们在山上已经将山魈堵在一个山洞中了，眼下就等陈前辈来，有火球符的话，直接就可以将它消灭掉了。堵在山洞中，用武器杀不了他吗？像山魈、僵尸这种邪物手枪之类的武器，对于他们的伤害很小，而且一旦让他们受伤，还很容易发狂，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人受伤。没错，而且是在山林间，一些重型武器也没办法运输进去，要是弄出来的动静太大，也容易引起民众的猜测。原来是这样，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走吧。3人很快来到了一处山洞前。陈前辈你好，我是异能管理局的贺明。贺长老叫我陈浩就行了。事不宜迟，山魈在哪里？咱们先把它解决了吧。您带火球符了吗？3张够不够？够。那赶紧进去吧，趁白天还好对付一些。说着，陈浩就拿出1张辟邪符用了起来。刹那间，陈浩精神一振，先前那种压抑沉闷的感觉立刻消失不见了。辟邪符，陈先生，你刚刚用的可是辟邪符？陈先生，你刚刚用的可是辟邪符？是的，贺长老，你也用上吧，有备无患，还能避免阴气上身。多谢陈先生。辟邪符的炼制方法，早在数百年前就失传了。这陈浩到底是何许人也？行了，我们赶紧进去吧。你们在洞口守着，万一情况有变也好有应对方法。随手就给出2张火球符，可真是拿宝贝不当宝贝啊！知道了。陈浩和贺明长老进入山洞后，忽然一股裹挟着恶臭的疾风扑向贺明。贺长老小心！陈浩立即掐诀激发火球符，其中的天地元气之火瞬间将山魈吞噬，化作灰烬。这也太臭了，我们赶紧出去吧。怎么样了，陈先生？有陈先生出马，自然是手到擒来。我们在这里已经待了好几天都没办法，没想到这陈先生才来几分钟就把山魈给解决了，他也太厉害了吧！陈先生，这次多亏你了，能借一步说话吗？自然可以。陈先生有没有考虑过加入我们异能管理局？你先别着急答复，考虑一下可以吗？加入异能管理局？放心，陈先生，你加入后平时不会有任何要求，只有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才会请你帮忙。这和我不加入有什么区别吗？是我考虑不周了，陈先生，我这趟回去就马上和上面商量下，然后再告诉你情况，你看行吗？没问题，这事不急。任务结束后，陈浩便回到家中。此时母亲吴英拿出了新买的手机，拿着，你爸给你挑的彩屏手机，说你事情多联系方便。我爸人呢？在网吧待着呢，最近上网入迷了。对了，现在到处都在说千年虫，这到底是什么虫子？千年虫不是虫子，是指电脑日期系统的问题，很有可能会造成资料丢失，影响可大了。
对呀，我怎么忘记千年虫这个事情了？得提醒下小马哥才行。对咱们网吧有影响吗？当然有，而且整个互联网都会受影响。不过这不是咱们能解决的问题。那还瞎操心什么？对了，你抽空给镇里的董海生董老师打个电话，他前几天还给咱们家里打电话，说是找你。那我等会回去看看。随后陈浩就来到了镇里。陈浩，你来的正好，有个网友想收购你之前弄的那个 HAO123网站，从一开始的10万华夏币，已经提到现在的100万了，你觉得怎么样？他是谁？他说他姓李，叫小李哥，刚从美国回来。如果是真的，那你就发了陈浩。看来这就是后来百度创始人了，果然有经济头脑。你告诉他2000万，我就卖给他。多少钱？你疯了吧？试一下不就行了？你告诉他2000万少一个钢镚都免谈，而且我不接受讲价。离开网吧时，陈浩突然遇到了李静，两人就一起来到了董海生家门口。董老师，我来了。快坐快坐，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董海生笑着拿出快递信封递给陈浩，里面竟是省城中医学院中医专业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这是董老师您的录取通知书啊！董老师您考上研究生了，恭喜恭喜啊！不过就是省城中医学院的研究生罢了，算不上什么。省城中医学院可是重点大学啊，在中医界很出名的。我爸住院后，我妈希望我当医生，我就了解过这方面资料。李静，你好好学习，将来也争取考上。董老师，您怎么会想起来报考研究生的呢？陈浩，要不是你之前来请教中医问题把我考住了，我还真没想过报考。为了解答你的问题，我就重新学习，试着报考，竟然考上了。什么？陈浩他还把你给考住了？说来惭愧，正是因为回答不上学生的问题，才让我想继续学习。以前考没考上，这次咬牙学了2个学期，没想到真成了。我不觉得您考上研究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对您努力之后最好的回报。陈浩，就冲你这句话，我就能看出来你日后的成就肯定不可限量。与此同时，张家强与企鹅软件合作后，同比流量竟然涨了3倍多。太好了，必须把陈浩约出来，好好的感谢一番。很快，张家强就将陈浩和陶国强都约到了饭店包厢。老张，这半年多移动公司 GPRS 流量业务怎么样？托你的主意，发展很快。总部和企鹅合作后，又和其他互联网公司推内容，效果简直是太好了。那你和总部能搭上话吗？我有办法让移动用户再增30%，但是需要你帮忙。这肯定是大业务，陈浩又要帮我了。总部副总主抓流量业务和我关系很好，还说过几年可能调我上去。你有什么办法？只要我能办，一定帮。办法就是送手机。送手机？不对，陈浩说的送手机肯定不是白送。那快告诉我到底怎么送啊！急死我了。充话费送手机，比如一部手机4000，移动公司和手机厂商定制移动版3000多就能拿下，卖给用户时这3000多全算作话费，手机不就等于白送了？竟然还有这样的操作，可公司也真金白银花钱了，公司不会同意的。老张，你太不了解我兄弟了，他肯定还留有后手呢。这是一个挺复杂的事，比如4000话费分48个月，用户每月消费84块套餐，然后提高和网站合作的新闻业务费用，收回部分成本，最后移动实际付出1000多，最后提高套餐费用，锁定用户3年，第4年回收成本。那3年后用户换卡怎么办？购买必须要实名，购机协议规定手机卡使用满5年才能换套餐，否则赔偿。用满5年一般就不会换号，后期不强制消费。陈兄弟这话说的没错，现在竞争激烈，总部都在争抢客户。方案最大的缺陷就是前期投资，若能和厂商谈低手机价格的话，操作空间就很大。对了，你还没说办成后的要求是什么？每部移动定制手机里必须有企鹅公司客户端，并且不能删除。如果能在手机背部打上移动公司企鹅版字样更好。就这么一个要求吗？这也太简单了吧！这个方案我会和公司总部商量，如果成功的话，你的要求我一定努力做到。广告能加上更好，如果加不上也可以，反正能给你帮上忙就行。不，我一定帮你做好。这时服务员拿来了3瓶陈老吉饮料，陈浩喝了一口，却发现味道不对，特么的，竟然被山寨了。我也感觉味道不对，难道是过期了吗？陶大哥，你再仔细看。陈老谷凉茶，服务员，这饮料你是从哪里买的？就是从外面的商店里买的啊。我去看看。没多久，陶国强就怒气冲冲地回来了。商店老板说有人推销进价才1块钱，对方还说是陈老谷饮料味道差不多的。当时我们没有注册陈老谷这个商标的吧？没有。这倒是个疏忽，你回头把相似名字都注册上，比如陈老陈、王老吉，类似的都注册上，然后在媒体发声明，让大家注意假货。我明天立刻就办。我带大龙去查查这陈老谷饮料。很快，陈浩就带着大龙来到了南县城郊外。兄弟，打听个事情，有个南云饮料公司，你知道在哪不？这不就是我的公司吗？你有什么事吗？我们打算过来进点货。
云鹏这才没有起疑心，反而感觉看到了大财富。两位老板，你们是要来进陈老谷饮料吧？你们要多少啊？如果要的多的话，我可以给你们便宜一点。你是？我是南云公司的老板，你们可以称呼我为云总。就是一个造假货的公司也敢自称云总？云总，我能去你们厂里看一眼吗？你们要看什么？看看你这陈老谷饮料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总得让我们实际看一下才能放心吧。再说了，你也没什么证据证明你就是南云公司老总啊。这样啊，那我领你们去看看。进入厂区后，陈浩才发现这里的生产设备很是简陋，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脏东西。毕竟是给人喝的饮料，这样的卫生环境难道就不怕把人喝出来毛病吗？云总好，两位现在知道我的身份了吧？要不咱们去办公室里谈谈。你们打算进多少货啊？云总，你这是模仿的。如果有人买了发现是假的，那怎么办？那就只能怪自己没看清楚呗。趁现在好卖，你们都拿货回去，绝对能赚快钱。我怕你赚的钱太多。你什么意思？你过来呀，我告诉你。云鹏一头雾水地走到大龙身旁，大龙却狠狠抽了云鹏一耳光。你竟敢打我！你们是什么人？我是陈老吉凉茶饮料公司的大股东。什么？云总，你这生意可做得不错啊，模仿我的东西来赚钱。谁模仿你的东西了？我这是陈老谷，我要报警。报啊！要不要我帮你打电话？然而云鹏压根不敢报警，因为明显是他抄袭更理亏。算了，你们走吧，打我的事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你不跟我计较，我还要跟你计较呢。你们还要干嘛？陈老谷凉茶可是我注册了的。我懒得跟你废话，还是让官方来跟你说吧。很快陈浩就拨通了工商局电话进行举报。不久后，执法人员赶到。你还真喊人来了，就允许你们的产品叫陈老吉，我的产品叫做陈老谷都不行了，全天下也没这样的规定吧？可我要举报的是你陈老谷凉茶饮料造假，明明罐身印着药材配方，实际生产却只有自来水兑糖精。云鹏，你是法人代表吧？跟我们去车间看看。一番检查后，云鹏等人被带走，厂房也贴上了封条。陈先生，谢谢你的举报。客气了，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这陈老谷凉茶饮料公司的人，你们打算怎么办啊？要查看账本，估计最少3年监狱跑不了。陈哥出马一个顶俩，前几天陶总都气得拍桌子，你一下就解决问题了。办法总是比困难多，走吧，回公司和陶大哥说一声。